你能想象吗？有一种简单而又令人愉悦的小习惯，不用花钱，不用出门，就能让你在60岁以后依然神采奕奕，甚至可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吗？别急，这可不是广告，而是科学研究逐渐揭示的有趣真相。这个习惯是什么呢？提示一下，年轻时，你可能因为它被父母训斥过，甚至感到过羞愧，但到了花甲之年，它却摇身一变，成为保健偏方之一。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正是手淫。等等，别急着害羞或关掉影片。也许你曾听过各种关于手淫的可怕传言，什么伤肾，让人变老变虚弱，还有那句古话，一滴精10滴血，仿佛每次射精都在折寿。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现代科学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今天我们就来一次大逆转，看看手淫与衰老之间到底有什么奇妙关系。首先，让我们拆解一下手淫这个过程，在生理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魔法。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开始自慰时，身体会启动一系列精巧的反应，心跳加快，血液在全身奔流，特别是向生殖器集结，大脑里快乐的神经递质开始飙升，多巴胺让你感到愉悦期待，内啡肽开始减轻你的疼痛和压力。随着刺激增强，男性体内的发动机、睾酮等性激素也参与其中，让性欲和快感进一步提升。当达到高潮的一刻，前列腺和精囊等部位用力收缩，把精液推送出体外。与此同时，大脑会释放一阵幸福鸡尾酒，催产素和泌乳素的水平迅速升高。催产素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放松的荷尔蒙，它还能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让人浑身放松，困意涌现。难怪不少男性在完事之后会感到昏昏欲睡，舒服的想要躺下来打个盹儿。这套生理反应可以说是人体自带的爽身健体模式，短短几分钟内，经历小型的心血管运动，神经系统高潮，最后进入一阵满足的宁静。说完了生理过程，我们再看看人到中年甚至老年，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又为什么要特别关注60岁这个阶段。跨过60岁这道坎，很多男性都会察觉到自己今非昔比了。首先是性功能的改变，年轻时轻轻松松就能雄风再起，而现在可能需要更多的刺激和更长的时间才能勃起。有些人会经历勃起功能障碍，或者即使勃起也没有年轻时那么坚挺了。这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荷尔蒙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男性体内的睾酮水平会逐渐下降。睾酮可是男性身体的燃料之一，它不只影响性欲和勃起，还影响肌肉量、骨骼健康和精神状态。睾酮变少了，可能会感觉精力不济，肌肉变松，甚至情绪低落。再来看看前列腺，这个男性身体里一个不起眼却重要的腺体，很多男性步入中老年后都会碰到前列腺发脾气的情况。前列腺增生，它体积变大，会压迫尿道，让人小便不顺畅，频繁跑厕所，甚至夜里睡不好觉。另外，年纪大了，前列腺出现肿瘤的风险也上升了，这是全球男性最常见的癌症之一。除了性功能和前列腺，心血管系统也在跟我们开玩笑。血管弹性变差，胆固醇沉积，让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而勃起功能其实和血管健康密切相关。可以说，阴茎就像个小号血压计，心血管一有问题，它往往先示警。在心理方面，60岁以后，不少人经历退休、子女离家，生活节奏和角色都发生转变。一些人可能会觉得空虚、抑郁，甚至怀疑自我价值。我是不是已经老得什么乐趣都没有了？这时候，一个健康的爱好、适度的自我关怀就显得格外重要。此外，脑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下滑。您可能发现记忆力不如从前，思考反应慢了一拍，有时刚放下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在哪里。这些大脑老化的迹象虽然正常，却难免让人苦恼，担心自己是不是在走下坡路。听起来，人到老年仿佛迎来了一堆挑战，对吧？别灰心，我们这就引出今天的主角——手淫，看看这个常被忽视的小习惯如何神奇地对抗上述这些衰老带来的问题。有句俗话叫用进废退，身体的机能也是这样，你用的越多，保持的越好，性功能亦然。
对于60岁后的男性来说，如果长时间没有任何性生活，身体可能会逐渐忘记这种功能，就像一台长期未启动的机器容易生锈。不过，如果能够通过手淫保持一定的业务量，则有助于维持性功能的运转。科学家们发现，规律的性刺激和勃起对阴茎海绵体的健康大有裨益。勃起时充盈的血液可以滋养海绵体组织，防止它因为长期不使用而纤维化，失去弹性。换句话说，哪怕没有伴侣，偶尔靠自慰让自己举起手来，也是在给你的海绵体做保养、做运动。就像每天早晨拉拉筋骨，你的小兄弟也需要偶尔拉拉筋，才能防止日后真的一蹶不振。事实上，有调查发现，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男性更容易出现勃起问题，可见定期让小兄弟露露脸对维持功能很有帮助。更妙的是，手淫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维持荷尔蒙的平衡。男性到了老年，本来就在逐年下滑，而有研究提出，缺乏性活动和性欲，反过来可能会让睾酮水平降得更快。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那方面的念头和行为，身体可能觉得反正你也不需要，于是生产更少的男性荷尔蒙，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恶性循环，对吧？所以，适度的手淫给身体传递了信号，嘿，我还是很需要睾酮的哦。这样一来，可能有助于让体内的睾酮水平保持在相对较好的状态。虽然单次自慰后睾酮不会突然飙升，但长期来看，保持性活跃度对荷尔蒙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手淫这种小锻炼或许能帮你在60岁后继续保持一些男人味。对于那些伴侣不在身边或因健康原因无法过性生活的老年男性来说，自慰更是不失为维系性健康的不二法门。前面提到，前列腺可是中老年男性的重点保护对象，那手淫对前列腺有什么帮助呢？答案是有，而且这个原理相当直观。前列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产生前列腺液，这是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可以把前列腺想象成一个源源不断生产液体的小工厂，如果长期不出货，这些液体和其中可能沉积的杂质就一直囤在体内，前列腺这个小水库可能反而更容易出问题。通过射精，无论是性生活还是手淫，可以给前列腺来一次清仓大甩卖，把积存的前列腺液排出体外。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男性射精的频率和日后前列腺癌风险之间存在关联。科学家调查了数万人，发现那些在中年以后仍然保持较高射精频率的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换句话说，常常清仓的前列腺比起常年库存积压的前列腺似乎更不容易出大问题。更戏剧性的是，还有研究指出，这个现象随着年龄段不同而截然相反。20-30岁时，如果过于频繁的手淫，前列腺也许会超负荷运转，导致日后风险增加。但到了50-60岁，规律的手淫反而成了前列腺的保护因素。这听起来简直像人体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年轻时拼命浪，年老时得悠着点。可一旦年纪大了又彻底禁欲不动，前列腺又不乐意了。无论如何，科学家给出的合理解释是，随着年龄增长，前列腺里难免累积一些可能有害的物质，需要通过射精来排出。所以60岁之后，与其把前列腺当成一个不许碰的易碎品，不如偶尔靠手淫帮它放放水，这可能比闷着对它更好。因此，有些泌尿科医生也打趣地建议老年男士，与其迷信各种补药，不如每周定期让前列腺放松放松。这话听起来好笑，却有其科学道理。别忘了，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适度的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心脏温和的锻炼。别看手淫不像慢跑那样大汗淋漓，但在高潮来临前，你的心跳和血压可是实打实的上去了，相当于跑了一小段步。一位60多岁的老兄可能不一定天天出门跑步，但卧室里这点小运动却很容易坚持，不是吗？研究也表明，保持规律的性生活，包括自慰在内，和心血管健康有正相关。那些性活跃的老人，普遍反映血压更平稳，心情更放松，而良好的心理状态也反过来保护心脏。还有研究发现，对于曾经心脏病发作的患者，每周至少一次性生活，
包括自慰的人，在此后的心脏健康状况往往比几乎没有性生活的人更好，复发风险也更低。由此可见，亲密活动在心脏康复中也可能发挥积极作用。至于很多人担心的年纪大了，心脏受不住激情，只要你平时走路上下楼没问题，那这种程度的活动对心脏而言算是中低强度的。如果真的心脏很脆弱，医生早就建议你避免剧烈运动，甚至安装心脏支架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健康的长者来说，适度的自慰不会诱发心脏问题，反而是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的好帮手。当然，凡事适度，如果一次太激烈，弄得自己像跑了马拉松般气喘吁吁，那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量力而行最重要。顺带一提，你知道吗？有长达10几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高潮频率较高的男性寿命似乎更长。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高频率达到高潮的男性死亡率只有高潮很少的男性的1半左右。听起来像小说情节，但数据就摆在那里。这或许是因为经常体验性爱或自慰的群体本身更健康，也或许说明规律的性高潮真的对全身都有益，包含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荷尔蒙、前列腺、心血管等等综合作用。总之呢，如果享受高潮能成为生活中的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许多被失眠困扰的老年朋友来说，夜深人静时来一次满意的自慰，可能是个比数绵羊更有效的助眠秘方。前面讲到，高潮时身体会释放催产素，让人平静，也会释放内啡肽，让人愉悦放松。这些化学物质共同作用，带来一种满足而安心的感觉，非常有利于入眠。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性高潮之后，整个人松弛下来，眼皮开始打架，不知不觉就进入梦乡了。而且这种睡眠往往香甜而踏实，这可比翻来覆去数到1000只羊有用多了。情绪方面，自慰堪称零副作用的开心药丸。当生活中出现压力、焦虑或者心情郁闷时，适当的给自己一点欢愉，可以有效缓解紧张情绪。高潮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是天然的奖励物质，会让人感到愉悦和满足。这不仅仅是一时的快乐，对于60岁以上的长者而言，拥有这样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可以帮助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风险。尤其是独居或者丧偶的老人，自慰提供了一种亲密接触的替代形式，让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爱惜自己身体的那份愉悦和温存。更妙的是，这种自己与自己享受的方式既不涉及他人，也就不存在疾病传染或感情纠葛的风险，可谓安全又自在。此外，一些慢性疼痛或者不适，例如关节痛、偏头痛等，在高潮后的短时间内也往往感觉减轻了，这是因为内啡肽具有镇痛效果。或许对于老年人来说，每天枯燥的吃药锻炼，不如偶尔来点不花钱的自我理疗，既开心又舒缓身体的不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自慰可以治愈疾病，但至少它能让你暂时忘记疼痛和烦恼，获得身心片刻的宁静。别以为只有身体得益，手淫对大脑可能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科学家针对高龄人群的研究发现，那些依然保持性活跃，包括偶尔自慰的人，在记忆力和其他认知测试上的表现往往比完全无性的人更好。换句话说，适度的高潮似乎还能给大脑充电，这可能与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刺激有关，也可能因为性活动让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连带大脑都获得更多氧气和养分。当然，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但可以肯定的是，愉快的性爱经历对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有正面影响，说不定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大脑生锈。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小小的自慰习惯能让您在麻将牌局中思路更敏捷，那可真是意外之喜，不是吗？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便上了年纪，人依然会有正常的性需求和欲望，这很正常，但许多人受到传统观念影响，不敢正视这一点。实际上，根据调查，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大约60%男性和将近1半女性在过去1年内有过自慰经历。人的性欲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熄灭，只是很多时候被隐藏起来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性健康是整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
都拥有追亲密和愉悦的权利。当一位60多岁的男性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欲望，通过手淫获得快乐时，他实际上是在向自己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依然有追求快乐和亲密的权利，我的身体依然能带给我快乐。这种自我肯定对于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因为社会刻板印象觉得，哎呀，我这把年纪还这样不好吧，硬是压抑自己的正常欲望，反而可能引发抑郁、焦躁，甚至对自身衰老更加敏感和沮丧。自慰还可以成为了解自己身体的新旅程。在年轻时，大家可能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体，但随着年龄增长，或许能以更成熟豁达的心态来看待它。通过自慰，你可以探索什么方式现在让自己感觉更舒服，因为年纪不同了，身体的敏感点、反应速度也许都变了。这个过程其实就像重新认识一位老朋友，不但没有什么可耻，反而是一个自我探索和照顾的过程，让人更加从容地面对衰老带来的种种改变。聊了这么多手淫的益处，你也许会好奇，既然好处宝，为什么历史上还会有那么多对手淫的负面看法？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观念变迁过程，可以说既滑稽又发人深省。把时间拉回几百年前，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对手淫大加指责。在中国古代养生观念里，男子的精被视为生命的元气所在，老祖宗们相信房事过度会损伤肾气，折损寿命，其中自然也包括手淫这类不结果实的耗费。有句民间俗语，一滴精10滴血，就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恐惧，仿佛每射出一滴精液，就等于失去了滴血那么多的元气。于是历代不少养生书都告诫年轻人要节制手淫，免得年纪轻轻落个肾虚腰痛、未老先衰的下场。转到西方，情况也类似。18世纪有位瑞士医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矛头直指手淫，声称这会导致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后果：失明、癫狂、器官衰竭，总之把手淫描绘成比瘟疫还可怕的罪魁祸首。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甚至发明出各种奇葩装置来防止青少年手淫，比如在床上安装警铃，一旦男孩的小弟弟夜间勃起就会触发铃声；还有给男性佩戴带刺的环，一勃起就会刺痛，让人打消念头。这听起来荒诞不经，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甚至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咱们每天早上可能都与他的发明亲密接触，他就是玉米片的发明者约翰·哈维·凯洛格医生。这位凯洛格博士当年推广麦片、玉米片这种寡淡饮食，据说部分原因就是希望用清淡的食物降低人们的性欲，好让年轻人减少手淫。是的，你没听错，我们早餐桌上那碗普通的玉米片，背后竟藏着一段反手淫的历史。这些历史上的奇谈怪论，放在今天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也要理解，在科学不发达、性教育缺失的年代，人们面对无法解释的身体现象，难免以讹传讹，滋生出各种神话般的误解。幸运的是，现代医学和科学研究已经拨开迷雾，大量研究证明，适度的手淫并不会带来上述那些可怕的后果，不会让你瞎，也不会耗干你的精气神。相反，我们前面详述的那些益处，才是真真切切的进入21世纪，社会对自慰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每年5月还有被倡议为全球自慰月的活动，由健康教育机构发起，旨在鼓励大众用科学、开放的心态看待自慰，消除不必要的羞耻感。从昔日被妖魔化的禁忌，到今天作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观念的改变可见一斑。当然，这里说的都是适度的手淫，不是鼓励你沉迷其中、废寝忘食的修仙。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如果一天到晚把自己关房里不停的自慰，那正常生活也会被打乱，身体可能也吃不消。适度的标准每个人不同，但一般来说，只要不影响日常生活，不因为频率太高导致生殖器不适或疲惫不堪，就算是健康的范围。有些老年朋友可能1星期1次，有些可能1个月几次，都没问题。关键是质量而不是数量，自己感觉身心愉悦即可。聊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对手淫与衰老有了全新的认识。从生理反应、荷尔蒙调节，到前列腺健康、心血管锻炼，
再到睡眠情绪和自我认同，这个曾被视作羞于启齿的小习惯，竟然与老年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是长生不老药，也不能阻止岁月留下痕迹，但它就像生活中一味温和的小补药，默默地为你的身心提供助力。或许下次再有人开玩笑说当心别撸秃了头之类，你大可以莞尔一笑，心想我这是在保养身体呢。毕竟科学的态度告诉我们，手淫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人类自然生理的一部分。尤其对于迈入花甲之年的男士们，这更是一个可自主掌控的快乐来源和保健助手。说到底，拥抱自己身体的需求，正是岁月带来的改变，然后用健康的方式去适应它，享受它，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善待。如果把衰老比作一场旅程，那手淫也许就是路边一杯暖心的小酒，喝了它不会让你倒退回年轻，但能让你走得更轻松快活一些。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或您的家人在对待手淫这件事上多一些科学的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年龄增长不可怕，只要我们愿意学习和尝试新的方法，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能有独特的精彩。谁知道呢？健康长寿的秘密也许真的是自己手中。许多人一听到这个题目，可能都会疑惑不解，手淫？年轻时大人不是常说不能干那种坏事吗？怎么到了60岁反而成了保护健康的好习惯？别急着惊讶或害羞，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标题党，而是科学研究逐渐揭示的有趣真相。那么这个简单习惯究竟如何成为60岁后守护健康的秘密武器呢？今天我们就从男性和女性两个角度出发，用轻松幽默、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聊聊手淫与衰老，看一看这种羞于启齿的小爱好如何在不经意间给中老年朋友们带来身心益处，以及其中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注意。首先，我们从生理反应开始说起。当一个人进行自我刺激，也就是手淫时，身体会出现一系列迎接高潮的变化，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血液直冲性器官，肌肉也渐渐绷紧。随着兴奋感累积到顶点，身体会迎来性高潮，那是一种短暂却强烈的极致快感体验。这一刻，大脑仿佛在开派对，释放出大量令人愉悦放松的化学物质。这其中，多巴胺让我们感到开心满足，催产素带来温馨亲切的安全感，而内啡肽类似天然的止痛药和镇静剂，让全身都沉浸在舒爽和平静中。更妙的是，这些快乐因子还能够对抗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赶走紧张焦虑。所以，高潮过后我们常常觉得身心放松，压力仿佛被一扫而光。难怪很多人把手淫视作有效的减压方式。有趣的是，男女在手淫达到高潮时的生理体验也略有不同。男性高潮通常伴随着射精，体内积蓄的精液会倾泻而出，随之而来往往是一阵疲惫和困意，这是正常现象。因为高潮过后，身体进入恢复调整模式，像催乳素等荷尔蒙水平上升，会让人昏睡。难怪有些男士在独自得到满足后，会立刻困倦地进入梦乡。女性则没有射精这个过程，但全身的战力与极度愉悦一个不少，而且女性的恢复速度通常比男性快。只要兴致和体力还在，有些人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达到好几次高潮。这一点可是让许多男同胞既羡慕又佩服。从心理上看，适度的手淫不仅能满足性需求，还会带来一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快乐的积极感受。这样的自我探索能让人更了解自身的喜好，进而在伴侣关系中更自信地表达需要。同时，手淫过程中的愉悦和放松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把烦恼暂时抛到脑后。不少人还发现，高潮过后的那阵困倦感可以帮助自己更快入睡。这对于经常失眠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种天然的助眠方式，而且不需要任何药物。难怪有人打趣称，手淫是世界上最便宜有效的安眠药。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对手淫的诸多禁忌，不少人提起这个话题，仍难免感到羞愧。不少朋友年轻时或许都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一边偷偷地享受快感，一边又暗暗担心这样做是否伤身，或害怕被人发现。其实，
这种复杂的羞耻感更多源自观念束缚，而非手淫行为本身。科学研究早已表明，在正常频率和适度范围内的手淫不会对身心造成害。换句话说，儿时那些关于手淫会导致可怕后果的吓人传言，并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例如，脱发主要由遗传和雄激素水平决定，和年轻时是否手淫没有直接关系。视力下降更是跟年龄和用眼习惯有关。戴眼镜的人可不能把责任推给年轻时的荒唐行为。至于腰酸腿软、精神不济，这些多半是上了年纪身体机能自然下滑或生活作息不佳所致，实在不该简单归咎于年轻时的几次手淫。相反，手淫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有统计显示，绝大多数男性和超过一半的女性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曾经体验过手淫。事实上，不光人类如此，科学家观察到黑猩猩、海豚等许多动物也会自娱自乐，可见追求性快感是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大可不必为此羞愧。既然如此正常普遍，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了。那么，手淫和衰老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它能保护60岁以后的健康？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这个简单习惯对中老年人的特殊意义。大家都知道，压力是衰老的大敌。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导致体内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居高不下，扰乱睡眠，升高血压，损害免疫功能，让人未老先衰。而规律的性高潮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降低皮质醇水平。如果中老年人在生活中能通过手淫这样的方式定期放松身心，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道减压阀门，从而减少压力对身体的伤害。人上了年纪，免疫系统难免逐渐变弱，稍不注意就容易感染生病。如果有一种既愉快又安全的方法能帮助提升免疫力，那一定值得一试吧。研究表明，性高潮能够使免疫系统在短时间内更加活跃。例如，有科学实验观察到，男性在手淫达到高潮后，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出现了明显上升。虽然这种提升是暂时的，但如果保持适度而规律的此类活动，或许能让免疫系统时常得到锻炼，不至于过于偷懒。这么看来，手淫对中老年人的免疫健康还真有潜在益处。与此同时，性活动对心血管也有一定好处。高潮时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相当于做了一组迷你有氧运动。这点额外的运动量对大多数健康的中老年人来说不仅无害，适当的性刺激反而有益于心肺功能。研究甚至发现，规律的性生活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当然，对于已经患有心脏疾病的人而言，重启房事需要遵医嘱。不过一般来说，手淫作为一种相对温和的活动，也是安全的。常有人问，心脏不好还能不能过性生活？医生通常会打个比方，如果你能轻松爬上2层楼梯不觉得难受，那就说明你可以安心的过性生活或手淫。那么，手淫对荷尔蒙有什么影响呢？男性朋友有时担心频繁射精会不会降低睾酮水平，使人变得没精神，阳刚之气不足。实际上，研究发现，射精后的睾酮水平虽然会短暂下降一点点，但很快就回弹至正常，并不会造成长远的睾酮不足。因此，适度的手淫并不会让男性变得萎靡。对于女性来说，手淫对雌激素等性激素的直接影响很小。相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高潮时释放的多巴胺、催产素等激素带来的积极作用。它们减轻压力，改善情绪，这些对健康老去都是有利的。除了荷尔蒙，男性的前列腺健康和手淫也有微妙的关系。前列腺是男性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部位，上了年纪容易良性增生、肥大，甚至有癌变风险。而适度的射精，无论通过性生活还是手淫，有助于排空前列腺液。有人形象的比喻，这就像定期更换蓄水池里的水，可以防止有害沉积物长期滞留。确实，有大型研究发现，中年男性如果平均每月至少射精20次以上，日后罹患前列腺癌的概率要比每月射精不足7次的人低很多。规律地清仓前列腺可能对预防前列腺疾病有益。对于6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如果夫妻生活不那么频繁了，通过手淫来保持一定的射精频率，不失为保护前列腺的明智之举。
另外，定期的性刺激还能保持阴茎海绵体的血管弹性，降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的风险。毕竟，人体器官跟机器一样用进废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出问题。偶尔给它来点运动，对于男性性功能的维护大有裨益。另一方面，长时间不排精可能导致前列腺充血、遗精等不适，身体终究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提醒你该释放一下了。与其憋到难受，不如通过手淫适度释放，还能避免这些烦恼，何乐而不为呢？再来看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和绝经，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阴道黏膜变薄、润滑减少，出现阴道干涩和弹性下降，甚至可能导致性交疼痛。不过，通过手淫或其他形式的性刺激，可以增加盆腔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阴道润滑。有规律的性兴奋和高潮，能够帮助维护阴道组织的健康，仿佛在告诉他不要过早退休，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一些妇科医生甚至会建议绝经后的女性保持一定频率的自我刺激或夫妻生活，以防止阴道逐渐萎缩变窄。在这一点上，手淫起到了类似康复锻炼的作用，帮助女性朋友的私密处维持机能，减轻干涩和疼痛。对60岁以上的女性而言，如果伴侣不在身边或者性需求不同步，通过手淫来照顾自己的身体，确实是维护性健康的有效途径。保持一定的性生活，包括自我满足，还能对大脑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发现，依然过着积极性生活的老年人，在记忆力和认知测试上的表现往往更好。例如，英国考文垂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周至少有一次性活动的老年人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显著高于几乎不过性生活的同龄人。这可能是因为性活动让大脑保持了活力，荷尔蒙变化也促进了神经活动。当然，这些关联仍在研究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享受性快乐的老年人往往也拥有更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他们对自身仍能感受到激情这件事而心怀欣慰，因此自我评价更积极，生活质量更高。相比之下，那些过早放弃或压抑性需求的人，可能更容易出现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当然，手淫无法替代亲密伴侣关系所提供的情感交流，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舒缓孤独和焦虑的途径，让人重新找回生活中的乐趣与活力。对于独居或丧偶的老人来说，手淫带来的愉悦更像是一剂温暖的心理良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年长者而言，能够依然通过手淫获得高潮本身也是一种信心来源，证明了自己依然行。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整体健康状态也很有帮助。既然手淫本身有这么多益处，那为何仍有不少中老年人对此心存顾虑，甚至谈虎色变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社会文化对手淫的影响了。在许多传统文化中，性行为主要被认为是为了繁衍后代，而自我性行为则长期被视为禁忌。在我们中国的观念里，古人认为精液和精血是人体元气所在，随意泄精会损伤肾气，让人虚弱，以至于坊间流传着十炉九空、伤精伤身之类的说法，让许多男性，尤其上了年纪的男性，谈之色变，生怕自己的老本被掏空。女性的性欲更是常年被压抑隐匿，传统观念觉得正经女性不该有这档子自毒的念头。过去许多女性甚至不知道女性也可以通过自慰获得高潮，毕竟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类知识几乎无人提及。即便在西方，历史上也充斥着对手淫的误解和污名。18、19世纪时，一些西方医生声称手淫会导致失明、癫狂，甚至罗列出几十种可怕病症，把手淫当作万恶之源。为此，当时的人们还发明过各种稀奇古怪的防手淫装置。例如，有人在青少年的内衣里撒上刺痛皮肤的粉末，有人在床上安装机关，防止睡梦中乱动。如今看来，简直荒唐又可笑。然而，这些旧观念留下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在不少中老年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当然，传统观念中也有合理的一面，比如中医很早就强调房事要有节制，这一点和现代医学提倡的适度原则不谋而合。但过去的人因为缺乏科学依据，对于手淫的恐惧被过度夸张了，
如今时代在进步，性科学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中老年阶段的性需求。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公开讨论让大家明白，性并非年轻人的专利，60、70岁的老人照样可以享受性快乐和亲密。自我自慰作为一种私密安全的方式，也逐渐被赋予了正面意义。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性教育课程，教授银发族如何安全地继续享受性爱和手淫的乐趣。市场上也提供了针对老年人的情趣用品。我们的社会观念也在慢慢转变，开始以更加开放、理解的态度看待老年人的幸福。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女性直到中年甚至老年才真正开始尝试手淫，这对她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自我发现体验。有些阿姨辈的人年轻时观念保守，从未越雷池半步，但更年期以后反而因为身体变化和好奇心，迈出了探索自我的第一步，从而提升了生活情趣和自我认知。这种在暮年依然勇于尝试新事物的态度，本身也有助于保持年轻的心态。张阿姨今年62岁就是个例子。年轻时的她非常传统，打心底觉得那种事跟自己无关。然而在55岁丧偶后，孤独寂寞之余，她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需求。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一场中老年健康讲座，听医生说起手淫在老年阶段的益处。张阿姨半信半疑地鼓起勇气尝试了几次，没想到不仅改善了困扰她多年的失眠，连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她甚至打趣道，早知道有这一招，自己就不用熬那么多失眠的长夜了。经过这番亲身体验，张阿姨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女人，而是一名有正常欲望，也有权利享受快乐的健康女性。事实上，有调查显示，那些认为性爱有益健康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持续进行手淫或性生活，而持非常保守态度的人，则往往过早放弃了这方面的体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正视自己的性需求，不被陈旧观念束缚，才能更好享受手淫可能带来的健康益处。前面我们提到了长寿的话题，这里不得不再讲一讲科学研究对手淫与健康长寿的观察。英国有一项著名的长期研究发现，性高潮频率较高的男性，其死亡率明显低于高潮频率很低的男性。换句话说，那些仍然定期泄欲，无论通过伴侣还是自慰的男士，寿命比几乎不过性生活的同龄人更长。研究者推测，规律的性活动可能通过减压、改善心血管功能等途径降低疾病风险。媒体甚至用高潮可以延寿来形容这个发现。当然，这主要是一种相关性统计结果，并不能下结论说全靠手淫延长了寿命，但至少告诉我们，积极的性生活，包括自慰，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洪水猛兽。至于女性，类似的大型研究数据相对缺乏，但相信道理是相通的。保持一定的性活跃度，有助于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既然科学证明适度的手淫无害还有益，我们也聊了那么多好处，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沉溺其中呢？当然不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那么到底多频算过度呢？其实并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只要不影响日常生活，不让身体过度疲惫，就属于正常范围。有的人1周几次，有的人1个月1次，只要自己感觉舒适，都无可厚非。如果频率高到让你感觉身体疲惫不堪，或者局部出现不适，那就需要稍微克制一下。男性如果手淫时过于用力，可能造成阴茎皮肤损伤；女性缺乏润滑时勉强刺激，可能引起阴道灼痛或感染。解决办法也不难，放慢节奏，必要时使用润滑剂，确保过程舒适愉悦。如果需要，适当借助一些小工具也是无妨的。女性使用润滑剂能够明显提升舒适度，一些震动按摩器也能提供额外的刺激。男性如果行动不便，考虑使用真空助勃器等器材。这些辅助工具的存在，正说明手淫在老年群体中的客观需求。它们就像老花镜、拐杖一样，只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的小助手，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就有这么一件趣事，王大爷今年70岁，一直对年轻时养成的这个小习惯讳莫如深，就连老伴儿也不知道他偶尔还会偷偷自娱自乐。
他总觉得这么大年纪了还干这事有些丢人，生怕被人笑话。直到有一次单位组织体检，医生问起他的性生活情况，王大爷忐忑之下支支吾吾地承认了自己偶尔会靠手淫解决需求。让他意外的是，医生不仅没有露出惊讶，反而笑着表示这样很好，很正常，只是提醒他注意频率，不要过于频繁。医生的态度让王大爷如释重负，他心想，既然连医生都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小爱好释然了许多，再也不觉得见不得人。对于有伴侣的中老年人来说，手淫也并不意味着对伴侣的不忠。许多上了年纪的夫妻会面临性需求不同步的情况，一方兴致仍然比较高，但另一方也许因为健康原因或个人意愿不愿过性生活。这时，由性欲较高的一方通过手淫来自我满足，不失为一种折中之道。他既照顾了对方的感受，也维护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最好彼此坦诚沟通，避免误解，将这种行为视作疏远或背叛。只要将手淫视为夫妻生活的补充，而非对立，双方都能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保持愉快的身心状态。有些夫妻甚至选择一起自慰或相互抚慰作为亲密方式。如果双方都能坦然接受，这种你帮我，我帮你的亲热，同样可以增进感情，让彼此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满足。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手淫这个曾让人羞于启齿的小动作，其实蕴含着出乎意料的健康学问。对年过花甲的人来说，它不仅不会拖垮身体，适度进行反而可以成为守护健康的小帮手。通过手淫，你可以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让紧绷的神经和肌肉得到舒缓放松。男性可以降低前列腺问题风险，女性可以维持私处的良好状态。它还能带来愉悦的情绪，让生活多一些快乐的调剂。可以说，这个简单的习惯为许多银发族悄悄撑起了一把健康保护伞。当然，我们强调手淫的益处，并不是鼓励放纵无度，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它，既不要谈之色变，也不必讳莫如深。它和散步、瑜伽、听戏曲一样，只是一种个人选择的放松方式。如果你觉得它让你身心舒畅，那它就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对它不感兴趣，也完全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明和自信，了解自己的身体，尊重自己的感受。生命进入晚年，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但追求快乐与健康这件事永不过时。如果手淫能够为您的暮年生活增添一份身心愉悦，那就坦然接受这份小小的礼物吧。也许刚开始时，您还需要一点勇气，但当您真正放下包袱，会发现这不过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对自己的身体坦诚相待，就是对健康长寿最大的尊重。毕竟，追求幸福没有年龄限制，而健康的秘诀有时就藏在这些被人忽视的小细节里。或许，当您用科学开放的态度正视自己的欲望时，也就找到了延缓衰老、保持青春心态的秘方之一。曾经有位60多岁的老先生，退休后本想享清福，却突然陷入一场痛苦的折磨。他每天夜里要起来上5、6趟厕所，排尿时刺痛难忍，下腹胀痛的睡不着觉。更糟的是，他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作为男人的雄风。慌了神的他赶紧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出来，他整个人瘫坐在地，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得到这个诊断时，他又惊又悔。惊的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前列腺竟然长出了致命的肿瘤；悔的是，年轻时候的种种不良习惯，看来正是罪魁祸首。回想起来，多年来他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爱吃油腻重咸的食物，熬夜是家常便饭，面对小便困难却一拖再拖，这些坏习惯他几乎全占了个遍。他脑海里闪过往事，年轻时妻子也曾劝他别总是久坐不动，夜里别老熬夜，可他当时嫌人家啰嗦，一点没听进去。如今病痛缠身，他才终于懂得那些被当作唠叨的忠告是多么宝贵。老先生懊恼地直拍大腿，连声感叹早知如此，当初说什么也要戒掉那些坏习惯啊。给他诊治的医生不禁叹息，这番话不只是对他说的，更是对所有男性朋友的忠告。各位男性朋友啊，
如果不想将来被前列腺癌折磨下半生，现在就必须痛改前非，趁早改掉那4大毁坏前列腺的坏习惯，可别等到命根子坏掉了才后悔莫及。那么，到底是哪4大坏习惯如此可怕，让男人的生命线不堪重负呢？别着急，我们就一一道来。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前列腺。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一个腺体，形状和大小类似一颗核桃，位于膀胱的下方，包围着尿道的开口处。它的主要作用是分泌前列腺液，构成精液的一部分，用来滋养和运输精子。平日里，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惹祸上身的时候。前列腺癌，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前列腺的恶性肿瘤。这种癌症多见于中老年男性，早期常常症状不明显，因此堪称男性的无声杀手之一。一旦进入中晚期，肿瘤可能压迫尿道，导致排尿困难，尿中带血，还可能出现骨骼转移，引发腰背剧痛，严重时甚至瘫痪在床，极大影响生活质量，并威胁生命。放眼全球，前列腺癌已经是男性中第2常见的癌症。据统计，平均每8个男人中就有1个一生中可能遭遇前列腺癌。台湾地区近年来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在迅速攀升，著名人物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在1996年因前列腺癌病逝，美国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曾在2000年确诊前列腺癌，被迫退出参议员竞选。可见前列腺癌的威胁并不分贫富贵贱，任何男性都有可能中招。2020年，台湾新诊断的前列腺癌病例超过7000例，已成为本地男性第4大高发的癌症。相比20年前，如今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几乎翻了一番。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西化，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中。不过，好消息是，前列腺癌并非不可防御，年龄、遗传等风险因素我们无法改变，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大量研究表明，饮食、运动、睡眠等生活方式对前列腺健康有重大影响。如果我们能及早养成良好的习惯，就有望把前列腺癌拒之门外。反之，一些看似平常的恶习，其实正悄悄给前列腺埋下祸根。哪4种生活习惯对前列腺的伤害最大呢？总结起来，有4大元凶，分别是久坐不动、饮食油腻重盐、熬夜晚睡，还有对泌尿异常的忽视。下面我们就逐一揭开这4大恶习的真面目，看看他们是如何坑害男性健康的。1. 久坐不动。现代社会，不少男人白天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回家又瘫在沙发上刷手机，周末宅着打游戏，一天下来，除了上厕所，屁股几乎没离开过椅子。别看坐着很舒服，前列腺可不乐意你这么懒。长时间久坐会让会阴部位一直受压，前列腺被闷在其中，血液循环不畅，营养和氧气供应都减少。前列腺这个器官其实有点娇气，你总是压着它，它迟早要抗议。西方流行一句话，叫做久坐是新的吸烟，意思是久坐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抽烟。对于前列腺而言更是如此，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导致骨盆腔血流减慢，前列腺局部容易充血、水肿，炎症风险增加。有些长期久坐的男性会出现下腹隐痛、尿频等不适，那其实是前列腺在发出求救信号啊。更严重的是，久坐让人容易发胖，肚腩脂肪堆积。别小看肚子上的肥肉，它可是激素的加工厂，会分泌过多的雌激素等物质，扰乱男性体内的激素平衡。肥胖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而这些变化都会增加前列腺细胞癌变的风险。有研究指出，久坐不动的人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经常运动的人更高。一项研究甚至发现，每天比别人多坐1小时，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会上升约 16%。 可见沙发和椅子坐得越久，离医院的泌尿科就越近。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就经常遇到一些长期久坐惹出前列腺毛病的患者，有的是长途司机，开车一坐就是1天，有的是办公室白领，每天对着电脑10小时不挪窝。他们有的才刚40出头，就开始被前列腺炎和排尿问题困扰。可见久坐对前列腺的伤害绝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啊，各位男性朋友，千万别当沙发上的懒汉。
每隔1小时就起来走动走动，活动筋骨，哪怕2-3分钟，前列腺都会感激你。平时下班后尽量安排体育锻炼，比如饭后快走一阵，或者慢跑几公里，偶尔去泳池游上几圈，都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前列腺散热消肿。别等到小腹疼痛、尿尿出问题了才后悔莫及，赶紧动起来吧，让前列腺保持舒坦，远离疾病的纠缠。2. 饮食重油重盐。俗话说病从口入，这话对前列腺也不例外。现代人饮食口味越来越重，大鱼大肉、煎炒烹炸样样不少，吃得爽快，对身体却未必友好。回想上一辈人，饮食清淡简单，很少每餐都有油腻荤菜，而如今炸鸡、红烧肉、披萨、火锅成了不少男人的心头好，每顿无肉不欢，重油重盐才吃得过瘾。这种饮食习惯正给前列腺健康埋下大雷。首先，摄入过多的脂肪，尤其是动物脂肪，会推高体内胆固醇水平。前列腺癌细胞对雄激素等荷尔蒙非常敏感，而胆固醇是合成激素的原料，吃得油腻，等于间接给前列腺癌提供养分。研究发现，长期高脂饮食的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清淡饮食者，特别是爱吃红肉，比如牛肉、羊肉、猪肉，还有各种加工肉制品，例如培根、香肠的人，前列腺出问题的几率更大。据统计，红肉吃得最多的男性群体，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比吃得最少的人高出将近3成。难怪有人感叹，管不住嘴，迟早毁了男人的命根子。至于高盐饮食，对前列腺的直接影响或许不如脂肪明显，但也不可小觑。重盐的食物往往是腌制和加工食品，比如腊肉、咸鱼、泡菜等。这类食物含有亚硝胺等致癌物质，经常大量食用会提高包括前列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此外，盐分过高会加重泌尿系统负担，使尿路黏膜经常受刺激发炎，也会间接损伤前列腺的健康。从全球趋势看，饮食与前癌的关联也很明显。例如，日本男性过去前列腺癌发病率一直很低，但近几十年来，随着饮食越来越西化，前列腺癌发病也显著上升。相反，一些坚持传统清淡饮食的地区，前列腺癌仍然相对少见。这些现象都在提醒我们管住嘴的重要性。反过来说，多吃蔬菜水果，清淡均衡的饮食方式对前列腺是有保护作用的。蔬果中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物质，比如番茄里的茄红素就被认为有助降低前列腺癌风险，而花椰菜、卷心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也含有抗癌成分。如果平日里荤多素少，前列腺就失去了这些天然保护，他恐怕宁愿你请他吃沙拉，也不想总跟着你大鱼大肉、烧烤配啤酒。所以，为了前列腺的长久健康，饮食习惯必须改一改。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具体来说，就是尽量减少高脂肪、高盐分食物的摄入，红肉要适量，多用鱼肉和禽肉替代，油炸食品和高糖甜点尽量少碰，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富含纤维的粗粮，吃清淡一点，前列腺才不会日日被油盐包围，才能轻装上阵更健康。饮食均衡，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坚持运动，你的前列腺一定会偷偷为你点赞。3. 熬夜晚睡。不少人嘴上说着今晚一定不熬夜了，身体却很诚实地刷着手机、追剧，一不留神就熬到了凌晨。现代社会，熬夜晚睡几乎成了常态。年轻人熬夜加班打游戏，年纪大一点的晚上看球赛、打麻将。殊不知，每一次深夜不睡，前列腺都在默默替你流泪。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报复性熬夜，意思是白天被工作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晚上就算困也要强撑着不睡，好像在报复白天失去的自由。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真正报复的是自己的身体健康。长期睡眠不足对全身健康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对前列腺而言尤其明显。人进入深睡眠后，身体会分泌一种叫褪黑素的激素，它能帮助修复细胞损伤，还有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被誉为人体的防癌卫士。而熬夜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相当于让这个防癌卫士下岗，没有了夜间的修复和清理，受损的前列腺细胞就更容易演变成癌细胞。此外，
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长期晚睡的人往往白天疲惫，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免疫系统就像在打瞌睡，识别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也跟着下降。大量研究证实，昼夜节律紊乱会增加多种癌症风险。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机构甚至将长期夜班列为很可能致癌的因素。统计数据显示，长期在晚上11点半以后才入睡的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是正常作息男性的将近2倍。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吧？想想看，熬夜的第二天你精神萎靡，前列腺同样也跟着遭罪。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是符合人体规律的。如今我们有灯光和电子设备，把黑夜变成白天，却忽视了身体需要在夜间修复生息。老一辈常说子时大睡，指的就是夜里11点到凌晨1点这段时间要酣然入眠。这其实与现代医学不谋而合，因为深夜正是褪黑素分泌最旺盛，身体修复最积极的时候。为了前列腺的健康，还是乖乖早点睡吧。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睡眠，最好在11点前就寝。睡前减少玩手机电脑，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昏暗的环境，帮助身体顺利进入睡眠。如果实在因为工作不得不熬夜，之后也要尽量补觉，让身体和前列腺有机会恢复元气。总之，别以为熬夜是小事，日积月累下来，它对前列腺的伤害足以让人追悔莫及。想象一下半夜因前列腺问题疼得睡不着觉的痛苦，再对照眼下，其实只要踏踏实实睡觉就能避免这一切，不早点睡觉实在太亏了。4. 忽视泌尿异常。最后要说的坏习惯，其实是很多男性的通病，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尤其是对泌尿方面的异常视而不见。有些人明明已经出现了尿频、尿急，甚至排尿困难、小便分叉等问题，却总觉得忍一忍就好。男人上了年纪都这样，结果一拖再拖，等到真熬不下去去医院检查时，往往病情已经加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还记得开头那位被折磨的老先生吗？他就是因为长期忽略前列腺发出的警报，才会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他回忆说，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夜尿增多，排尿不畅，但因为不痛不痒就没当回事。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有些人发现尿液里带血丝，却害怕去医院检查，生怕查出什么大问题，结果反而真的拖成了大问题。要知道，前列腺就在膀胱和尿道交界的地方，一旦出了问题，尿方面往往最先表现出来。常见的前列腺求救信号包括小便频繁、夜尿次数增多、尿流变细变慢、排尿中断、排尿疼痛、尿中带血、精液带血、下腹或腰底酸痛等等。出现这些症状可千万别硬扛，虽然不一定就是前列腺癌，可能也有良性前列腺增生或前列腺炎的原因，但无论怎样都应该及时就医。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尿潴留的可怕，称小便解不出来为笼闭，意思是尿液被完全堵住了。严重的笼闭会导致下腹胀痛如鼓，病人甚至会因憋尿过久而有生命危险。虽说现代医学可以用导尿管暂时解除尿潴留的痛苦，但如果前列腺的问题不根治，一样后患无穷。男性到了中老年，最好定期进行前列腺方面的检查。目前有前列腺特异抗原的血液检测、直肠指检、超声检查等多种筛查手段，可以帮助早期发现前列腺的异常。很多男性对前列腺检查有所顾忌，尤其害怕直肠指检的尴尬。其实医生早已见怪不怪，那几秒钟的检查不算什么，和生命健康比起来微不足道，完全没必要因为害羞而讳疾忌医。一旦确诊为前列腺癌，也不必惊慌，早期通过手术、放疗等治疗，很多人都能长期生存，生活质量也有保障。笔者就遇到过一位50多岁的先生，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早期的前列腺癌，他原本毫无察觉，多亏指标异常及时就医，顺利做了手术。不久前还看到他精神矍铄的在打太极呢。试想，如果当初因为害羞或侥幸不去检查，结果恐怕就没这么乐观了。怕就怕拖到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那时不仅治疗复杂昂贵，身体遭罪，作为男性的尊严和生活品质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各位男性朋友，平日一定要留心自己的排尿健康，不要羞于启齿，
也不要心存侥幸，该检查就检查，该治疗就治疗，别让讳疾忌医毁了你的命根子。毕竟谁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大意疏忽，落得个下半辈子被尿袋和导管伺候，或者丧失夫妻生活的悲惨境地吧。好了，今天分享的4大前列腺克星习惯就介绍完了，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引以为戒，尽早改掉这些伤身又伤根的坏习惯。如果不幸中招，已经出现了症状，也请及时就医，不要拖延。要知道，前列腺虽小，却关系重大，习惯看似不起眼，却能左右我们的健康命运。从现在开始采取行动，爱护前列腺，就是在守护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谢谢大家观看，希望所有男性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幸福的人生。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让人脸红心跳的话题：70岁以上的女人到底多久需要男人滋润一次？别害羞，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标题，而是很多人关心却不好意思问出口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想，都这个年纪了，还谈什么亲密生活？其实啊，人上了年纪，心里依然住着年轻时的自己，对爱的渴望和亲密的需求并不会凭空消失。即使70岁高龄，爱情和亲密依然可以是生活中甜蜜而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就算有点难为情，我也邀请您一起听一听这个话题，因为了解这些知识，对健康和幸福真的好处多多。其实早些年，这类话题往往被视为禁忌，许多人觉得这么大岁数谈这个有伤风化。但时代不同了，现代医学和社会观念都逐渐认可，只要身心允许，老年人的亲密需求完全正常自然。而且说不定这恰恰是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之一呢。想象一下社区公园里那些牵手散步的白发夫妻，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感情依然那么好。你以为他们的亲密只剩下搀扶和聊天了吗？其实不然，很多老年夫妻依然享有属于他们的温存。心理学上指出，亲密关系并非年轻人的专利，年过70旬，情感上的亲密需求依然存在。人在年老时，依然渴望被爱、被拥抱和被关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情感需求。就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人无论几岁，都需要情感的滋润。事实上，有些进入古稀之年的夫妻，反而迎来了第二春，孩子们都已独立，工作压力也褪去，他们终于有时间重新经营两人世界。比如王阿姨后来鼓起勇气和老伴聊了聊自己的心思，没想到老伴笑着说他也有同感。就这样，两位70多岁的老人重新找到恋爱时的感觉，每天吃完晚饭一起牵手散步，偶尔也会在无人时紧紧相拥，俨然回到了新婚的小甜蜜。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只是老人们自己往往羞于启齿。其实人到哪怕70、80岁，只要有爱的火花在，亲密就依然是生活中闪闪发亮的宝藏。这样的亲密不仅让他们身心愉快，也让几十年的婚姻焕发新的活力。原来老夫老妻也可以一直保持爱情的温度，而不只是凑合着过日子。科学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如果在过去1年里有过亲密生活，不论程度如何，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指数都会更高。也就是说，适度的滋润能让晚年生活更快乐。对于女性来说，很多时候亲密接触带来的情感满足，甚至超过行为本身。简单的牵手、抚摸或拥抱，就能让大脑释放出催产素等幸福荷尔蒙，让人心情愉悦，缓解孤独。还有调查发现，相比之下，老年男性往往更在意亲密生活的次数，而老年女性更享受其中爱的交流与抚慰。也就是说，很多奶奶们觉得有老伴陪着亲亲抱抱就很满足了，而爷爷们则希望在能力范围内多办正事。当然，这只是总体趋势，具体每对夫妻还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无论如何，多沟通多体贴，才能让彼此都获得满足。难怪有些70、80岁的奶奶们脸上仍然带着新婚小姑娘般的笑意，那是被爱滋润过的幸福。聊过了心理上的滋润，我们再来看看医学上亲密关系对70岁以上的女性有哪些看得见的好处。首先，适度的亲密生活相当于一场温和的运动。别看动作幅度不大，但心跳加速，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这对心血管健康是有益的。有人打趣说，夫妻生活是老年人的快乐健身操。
在愉悦中燃烧了一点热量，又锻炼了心肺功能，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对于70岁左右的女性而言，规律的性生活有助于泌尿生殖健康。进入更年期后，不少女性会面临雌激素水平降低的情况，这可能导致阴道干涩、弹性变差，甚至出现所谓老年性阴道炎等困扰。但如果能保持一定频率的夫妻生活，在亲密过程中，身体会增加对阴道的血液供应，刺激腺体分泌液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燥，保持弹性。俗话说得好，用进废退，偶尔用一用，比长期弃之不顾要好得多。就像机器需要开动才能润滑，人体的这些生理机能也是需要适度激活的。再者，亲密行为还能促进荷尔蒙分泌，带来许多健康益处。高潮时身体释放的内啡肽是天然的止痛药，能缓解关节疼痛和腰酸背痛。难怪有的老人家幽默地说，和老伴亲热之后，膝盖都不酸了，睡眠也更香了。另外，亲密时分泌的荷尔蒙还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不少老人都有失眠的烦恼，而在温存后的那个夜晚，往往能睡得格外踏实香甜，这可比安眠药舒服多了。还有研究指出，规律的性生活可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1周1次左右的亲密接触，可以使人体提升免疫力，对抗疾病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当然，70多岁的老人不一定要做到每周1次，但道理是类似的。适度的夫妻生活能让身体状态更佳，精气神更足。对于男性伴侣而言，规律的性生活还有助于前列腺健康，而对于女性来说，长期保持亲密也有利于骨盆底肌肉的锻炼，预防尿失禁等问题。不仅如此，更令人惊喜的是，科学家还发现，保持亲密生活可能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有一项研究对70多岁的老人进行了长期观察，结果发现那些依然每周过上1次夫妻生活的老人，在数年后的记忆力和反应测试中表现得更好，仿佛这私密的快乐时光也给大脑注入了活力。虽然这只是统计学上的关联，但它提醒我们，爱与亲密的力量，甚至能触及我们的心智与灵魂。谈到这儿，可能你也猜到了，亲密和谐的生活还有助于长寿。国外就有100岁老人笑称，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一直有老伴儿陪在身边，哪怕年纪大了，也常常亲亲抱抱。可见，保持亲密不但让生活更美好，说不定还能多享几年天伦之乐呢。总之，从头脑到身体，亲密关系带来的益处覆盖全身。难怪医生常说，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幸福也是一部分。说到这里，不妨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有一位72岁的李奶奶，刚退休那会儿，经常失眠，情绪低落，整个人没精打采。她的子女带她去看医生，结果这位开明的医生除了常规治疗，居然还问起了李奶奶夫妻生活的情况。李奶奶起初很尴尬，后来才说，原来和老伴已经多年没有亲热过了。医生语重心长地建议他们试着恢复一点亲密往来。刚开始李奶奶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在医生开导下，她终于回家跟老伴沟通了一次。让她惊喜的是，老伴也很乐意配合。慢慢的，他们重新找回了那份亲密。几个月后再去复诊时，李奶奶笑容多了，失眠缓解了，人也变得开朗起来。医生打趣说，这回我的药方可不只是药，还有你老伴的关怀呢。李奶奶听了也羞涩地笑了，可见有时候爱侣之间的温存真是最有效的良药之一啊。说了这么多，咱们来盘点一下亲密生活给70岁以上的女性带来的主要益处：赶走孤独，缓解抑郁情绪，提升生活幸福感，改善睡眠，释放内啡肽等物质，有助于睡得更香甜，增强体质，促进血液循环，适度运动锻炼心肺，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还有利于前列腺、盆底等健康，维护功能，促进雌激素作用，缓解阴道干涩，预防泌尿生殖问题，快乐心情，重燃爱的激情，增进夫妻感情，提升自信心。怎么样，好处是不是数也数不完？难怪医生们都提倡老年人保持适度的亲密往来呢。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最关心那个关键问题，医生到底建议70岁以上的女性多久滋润一次呢？要不要天天来，还是1个月1次就够？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有趣的传闻。
在国际上流传着一个计算亲密频率的有趣公式，用年龄的10位数乘以9。据说按照这个公式，70岁的人就用7乘以9得出63。这个63如何解释呢？原来其中的6代表60天，3代表3次，也就是说每2个月进行3次亲密生活，换算一下，大约等于1个月1到2次。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心一笑？连亲密都有数学公式啦？其实呀，这只是一个玩笑般的参考，并不绝对科学。不过巧的是，他给出的建议频率倒和很多医生的经验不谋而合。国内的老年医学和性健康专家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一般来说，60到70岁左右的老年夫妻每月保持1到2次性生活是比较合适的频率，而70岁以上的夫妻差不多每3到4周一次就很好。如果到了80岁高龄，可能1到2个月一次就足够。当然了，这些都是平均建议，具体情况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和意愿。如果您的身体依然硬朗，精神矍铄，觉得2星期一次也没问题，那只要您乐在其中，不过度疲劳，多一点次数也是可以的。相反，如果有一方身体欠佳，或者实在提不起兴致，也千万不要勉强，一切以双方都感觉舒适，事后不觉得过度疲劳为准。其实，关于不同年龄段的亲密频率，自古就有人在研究呢。比如古代医书《素女经》里就写过，20岁的人4天一次，30岁8天一次，40岁16天一次，50岁20天一次，是不是很有趣？古人也知道随着年纪增长需要放慢节奏，当然啦，那毕竟是几千年前的说法，如今的人体质和寿命都比古人强多了，那些数字也不能完全照搬。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道理，年纪越大，亲密频率确实要相应减少，注重质量胜过数量。现代医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当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给出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频率建议。也许您会好奇，现实中别的同龄人一般多久亲热一次呢？有调查显示，70岁以上的夫妻平均2周才不到一次，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2-3周甚至1个月才一次。不过请记住，这只是平均值，可不是硬标准。如果您身体状况好，意愿强，每周1次也未尝不可。反之，如果实在没那个兴致，偶尔几个月1次也无妨。重要的是双方都舒服开心。过去老一辈还有种观念，认为人老了就该禁欲养生，怕房事过多损伤身体。其实现代医学的看法恰恰相反，有规律的适度亲密反而有助于身心健康。当然，前提是适度和量力而行，这一点我们已经反复强调啦。另外，重质量不重量也很关键。与其勉强自己频繁完成任务式的亲热，不如把每一次都过得舒舒服服、认认真真，哪怕次数少一点，只要每次都投入情感，享受到亲密带来的满足感，那就比机械地增多次数更有价值。老年夫妻最宝贵的是那份真挚的陪伴和爱意，有时候一次深情拥抱胜过匆匆的多次打卡。既然频率心里有数了，那70多岁的老夫老妻们该如何让每一次亲密都舒适又甜蜜呢？有些长辈可能还担心，年纪大了，万一亲热时出现心脏不适怎么办？其实，医学上有个简单的评估标准，如果您能轻松爬2层楼梯不觉得吃力，那么进行适度的夫妻生活一般也是安全的。当然，为了保险起见，如果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史，事先咨询医生是明智的。此外，营造一个舒适放松的环境也很重要，房间保持温暖，以免着凉，关好门，拉上窗帘，给自己创造私密的2人空间。若是和子女同住，也不妨选择他们不在家的时段，或者主动提出需要一些独处时间。相信通情达理的孩子们会理解并尊重你们的甜蜜小天地的。还有一个小建议，别让生活陷入一成不变的节奏，偶尔制造点小浪漫，对提升亲密欲望很有帮助哦。比如结婚纪念日来顿烛光晚餐，或者一起回忆年轻时的约会，让心跳重新加速起来。当心情变得浪漫了，自然就更容易进入状态了。首先就是要记住2个字，慢慢。年纪大了，各项机能不像年轻时那么敏锐，彼此投入状态需要更长的时间。男性可能需要更久的刺激才能勃起，女性也可能润滑慢，
所以一定要有充足的前戏和耐心。可以从拥抱、抚摸开始，让彼此充分放松，重新唤起熟悉的激情。如果需要，不妨借助一些小工具或润滑剂来帮助身体进入状态，这没什么好害羞的。如今医药这么发达，很多小帮手都能提升舒适度，让亲密更顺利。其次，不必过分追求年轻时的剧烈激情。70多岁的夫妻生活重在温馨和满足，而不在花样和强度。亲密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非要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全垒打。另外，也不要一时兴起去尝试年轻人才玩的高难度姿势，万一闪了老腰，可就得不偿失啦。哈哈，安全舒适才是第一位的。医生指出，语言的呢喃、爱的抚触、深情的接吻，甚至一些小情趣都可以带来满足感。老年人的亲密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交流和共鸣，不必急着证明什么，追求的是一种我在你身边，你在我心里的感觉。只要双方都沉浸在那种亲密无间的温暖中，就是最大的成功。再次，选择恰当的时机也很重要。很多老年人习惯早睡早起，到了晚上往往困倦乏力，如果硬撑着在深夜办事，效果自然打折扣。聪明的老夫妻会选择精力较充沛的时候亲热，比如清晨醒来时，午后小憩醒来，都是不错的甜蜜时刻。那个时候精神好了，体力充沛，更容易投入并享受过程。而夜晚临睡前如果太疲劳，不妨相拥而眠，把激情留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沟通和体谅。上了年纪，难免有各种健康问题，如果一方有心脏、高血压等疾病，在亲密前要互相知会一声，必要时遵医嘱，选择安全的亲热方式和强度。平时也要注意营养和锻炼，把身子骨照顾好，这样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嘛。另外，如果真的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比如男性薄而不坚，或者女性实在太干涩，不要沮丧，更不必彼此埋怨。其实很多老先生自己也会有心理压力，担心年纪大了力不从心，让老伴失望，所以双方不妨多一些宽慰和鼓励。男人要正视身体机能的自然变化，女人也要给予理解和安慰，用温柔和赞美帮他建立信心。千万别拿对方的困难开玩笑，更别互相埋怨，那样最伤感情。要知道，你们是并肩作战的搭档，一起面对岁月带来的挑战，彼此体贴，才能共度美好晚年。这时候医学可以帮忙，咨询医生，可能会有药物或器具帮助，或者干脆减少一些步骤，用拥抱抚摸来替代部分过程，也是不错的选择。记住，亲密的目的在于双方都开心，形式并不那么绝对，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哪怕仅仅相拥着聊聊天，照样能感受到爱的暖流。顺带一提，有的爷爷奶奶还发明了暗号来表达亲热的邀请呢。比如张爷爷会笑呵呵地对老伴说，医生嘱咐我们今天要做锻炼啦。张奶奶听懂这话外之音，脸上一红，心里却甜滋滋的。这样的生活情趣，正是晚年爱情的可爱之处。如果您也不好意思直接开口，不妨学学张爷爷，用些俏皮的暗号或玩笑来表达心意。相信相濡以沫多年的另一半，一定能心有灵犀地领会您的意思。一旦打破了羞涩的沉默，往后的沟通就容易多啦。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交流，有了这第一步，后面的亲密也就水到渠成。有位资深医生曾幽默地说，判断一次运动是否合适，就看第二天早上是精神焕发，还是腰酸背痛下不了床。这话听着乐呵，但道理很实在，适度是关键词。每对老年伴侣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就像慢跑锻炼身体一样，有的人1周3次，有的人2周1次，都可以，只要坚持下来的都收益良多。记住，医生给出的频率建议是基于大多数人的健康考量，但绝不是硬性指标。您完全可以根据感觉微调，感觉状态不错，可以稍微勤快些，要是累了就放慢脚步。聊到这里，您可能已经发现，女人过了70岁，偶尔被滋润一下，真的是好处多多。无论是心理上的满足，还是身体上的益处，都说明亲密生活在老年阶段依然有它独特的价值。也许有人会觉得难为情，特别是在子女晚辈面前避讳这个话题，
但请相信，健康的亲密关系是上了年纪的夫妻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儿女们看到年迈的父母依然恩爱，其实心里也会为你们高兴的。放眼世界，许多国家的老人都积极追求自己的感情生活。在一些西方国家，70、80岁的爷爷奶奶谈恋爱再婚都不稀奇，子女和社会也乐见其成，因为爱情是不分年龄的。咱们中国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如今提倡老年人追求夕阳红的幸福生活已经越来越被大家认可。毕竟耳鬓厮磨、相互依偎的老两口是岁月赠予家庭的一幅温馨画卷，所以不要再觉得这个年纪了就该断了这念想。相反，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就勇敢地去拥抱彼此吧。正如一句俏皮的话所说，青春会逝去，爱意不止步。70岁怎么啦？照样可以浪漫，可以有小小的私密快乐。这不仅不会损害健康，反而可能让您更健康、更开朗。想想每天清晨起来，看到镜子里气色红润的自己，那就是被爱滋润后的光彩啊。常言道，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年人的爱情和亲密，就是这晚霞中最温暖的一束光。让我们珍惜这迟暮之年的深情，过好每一个相爱的日子。最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可爱的长辈朋友，亲密生活是夫妻间美好的交流方式，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关键在于相互尊重，量力而行。即使上了年纪，也有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而且，愿意保持亲密生活的老人，往往也更注重锻炼和保养，因为心中充满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本身就是长寿和健康的秘诀之一。听了这么多医生和专家的建议，希望您能放下心中的顾虑，把握住生活中这些平凡又珍贵的亲密片刻。毕竟，人生70才开始，幸福生活每一天都值得用心经营。说到这儿，您还害羞吗？希望这番分享能帮助您正视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也给您的晚年生活添一份甜蜜的佐料。愿所有步入古稀之年的女士们都能在爱与被爱中收获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心态。就算白发苍苍，依然要记得爱情和亲密从来没有年龄的界限。愿所有迈入古稀之年的女士们都能被深爱着、滋润着，活出最精神焕发的模样。记住，定期来上一场属于你们的快乐健身操，身心都会跟着一起年轻起来。只要心中有爱意涌动，你依然是那个会发光的女孩。今天我们来聊聊长寿和双腿的秘密。很多人以为长寿靠的是心脏好、血管通、基因佳，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影响我们寿命长短的关键藏在我们的腿上。如果我告诉你，活到90岁依然行走自如的秘诀，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离不开2条健康有力的腿，你会不会感到惊讶？清晨的公园里，经常能看到80多岁的李伯伯，脚步稳健的慢跑，神采奕奕的和旁人打招呼。而与他同龄的王伯伯却很少出门，因为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双腿发软，上下楼梯对他来说更是困难重重。听街坊邻居说，李伯伯年轻时就是远近闻名的运动爱好者，退休后更是天天早起锻炼。而王伯伯却总认为人上了年纪就该多休息，从不主动锻炼。长年累月下来，两人的腿脚状况也就天差地别。这2位老人截然不同的晚年生活状态，不禁让我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别？俗话说，人老腿先老，还有人感叹，走不了路，生命就结束了。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极端，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腿脚是否灵便，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晚年的生活质量和寿命长短。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失去行走的能力，生活起居都要依赖他人时，生命的活力就会大打折扣。相反，如果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还能自己散步上下楼梯，那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命力都远胜同龄人。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双腿是提供动力的马达，马达不灵了，机器运转就会失调，老化加速。人上了年纪，其实头发花白、皮肤起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腿脚不灵便。许多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腿脚依然有劲，步态稳健。美国有项研究指出，
通过一个老人的步行能力，就能大致判断他的健康状况。如果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一口气走完400米，他的身体状况通常还能支撑他再活好几年。相反，走路摇摇晃晃、寸步难行的人，身体机能往往已经严重退化。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身体将近一半的骨骼和肌肉都集中在2条腿上，一生中超过70%的活动、能量消耗都需要靠腿来完成。跑跳行走，每一步都离不开双腿发力。人体最大、最结实的关节和骨头也在下肢，例如我们的膝关节、髋关节和股骨。可以说，腿部是支撑我们身体的承重墙。双腿强壮，一个人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双腿不仅扛着全身重量，还是全身循环的交通枢纽。2条腿里分布着丰富的神经和血管，流淌着将近一半的血液。心脏泵出的血液要送到远在下肢的脚尖，再靠腿部肌肉的收缩把血液挤压回流。小腿因此被称为人体的第2心脏。当我们活动双腿时，就等于在帮心脏把血液更有效地输送全身。一位骨科医生曾说过，要活就要动，腿脚灵活的人显得特别有精神。这并不夸张，腿部肌肉有力的人通常心脏功能也不会太差，因为良好的血液循环让心脑获得充足的养分和氧气。据统计，腿脚有力的老人发生心血管疾病和失智症的风险都较低。这道理很简单，动得越多，全身循环越好，大脑也更灵光。衰老往往就是从腿开始的。人过中年后，很多人会感觉自己的腿脚不如从前灵活了，稍微走远一点路就双腿酸胀沉重，上个楼梯没几级就气喘吁吁。科学研究发现，人一过30岁，如果不注意锻炼，下肢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比上半身更快。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在20多岁达到峰值，到了60岁时可能已经比年轻时减少了1半以上。俗话也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一旦腿部肌肉开始大量流失，腿部力量和平衡能力就会大不如前。腿脚无力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走不动路那么简单。腿部肌肉减少会拖慢新陈代谢，让人更容易发胖、血糖失衡。活动减少还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整个人精神状态变差。更危险的是，腿无力的人平衡感也差，稍不留神就可能摔倒。对于老年人来说，一次严重的跌倒往往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医学界甚至把老年髋部骨折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很多老人一旦髋骨折断，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统计显示，大约1/3的髋骨骨折患者从此无法独立行走，6个月内的死亡率接近20%，1年内死亡率更是接近30%。哪怕挺过了危险期，长期卧床也容易引发肺炎、褥疮、血栓等并发症，极大的威胁生命。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有些担心，难道我们的腿注定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不堪用吗？其实未必，也有不少耄耋之年的老人依然腿脚灵便，生活自理毫不费劲。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及早养护双腿，让腿的实际年龄比我们的生理年龄更年轻。曾有一位有40年经验的骨科医师总结出4大腿部保健习惯，据说只要坚持这4个习惯，我们的腿就能比实际年龄年轻30岁。换句话说，即使到了90岁高龄，也还能像60岁的人那样健步如飞。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向往？下面我就把这4个秘诀娓娓道来，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双健康年轻的腿。第一个习惯就是坚持腿部运动，让双腿保持足够的活动量，用进废退。如果我们长期不动，肌肉就会慢慢萎缩，骨骼也会变脆弱。相反，经常锻炼可以让腿部肌肉纤维变得更粗壮，力量更强，骨骼也会随之更加密实。哪怕已经进入老年，只要愿意开始运动，腿部的机能仍然可以得到改善。最简单有效的腿部运动就是走路。散步看似平常，却是保持腿部灵活的法宝。快走或慢跑能够锻炼腿部主要的肌群，让大腿和小腿的肌肉都参与发力。如果每天能坚持快步走上30分钟，你的腿脚状态将明显好于那些整日久坐的人。一些高龄长者每天都有步行的习惯，比如有位107岁的老人家生前坚持每天早晚各到公园散步一次，
直到暮年仍能自己行走。不管年纪多大，迈开腿这件事永远都不嫌晚。除了日常多走路，我们也可以针对性地进行腿部力量训练。也许有人会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做剧烈运动。其实力量训练并非一定要跑跳或去健身房，很多简单安全的动作在家就能做，比如扶着椅背做坐下起立的半蹲动作，反复几次，或者背靠墙壁做静蹲，让大腿肌肉感到酸胀为止。这些练习能增强大腿和臀部的力量。小腿肌肉也同样重要，你可以每天做几组踮脚尖运动，双脚与肩同宽站立，慢慢垫起脚跟踮脚，停留数秒再放下，这样反复几次，可以锻炼小腿的肌力和平衡感。如果觉得重心不稳，可以扶着墙壁进行。别小看这些动作，坚持下来对预防腿部衰老大有益处。当我们感到自己腿脚变得有力时，信心也会增加。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他们让一群90多岁的养老院老人开始进行简单的抗阻力量训练。几个月后，这群90旬老人腿部力量平均增加了1倍以上，连走路的速度都提高了将近1半。可见，无论年龄多大，通过适当锻炼，肌肉都是可以重新生长的。所以，不要因为上了年纪就放弃运动，只要循序渐进的锻炼，你的双腿完全可能比同龄人的更有劲。在锻炼腿部力量的同时，也别忘了训练平衡能力和柔韧度。可以尝试这样的小练习：每天刷牙的时候，扶着洗手台单脚站立30秒，然后换另一只脚站立。这种单脚站立练习能锻炼平衡感，预防跌倒。刚开始时可能站不稳，但日复一日会看步。另外，平时注意拉伸腿部肌肉，比如做小腿的伸展，转转脚踝，保持关节的灵活度。筋骨柔韧了，走路的步态也会更轻松。需要提醒的是，腿部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贵在坚持而不在激烈。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通过爬山、骑自行车、深蹲等方式强壮双腿。对于有膝关节问题的长者，则可以选择低冲击的运动，比如游泳、水中健走，或者在椅子上做抬腿运动来代替站立运动。每个人的体能情况不同，但核心原则是每天都给双腿适度的运动机会，不要让他们闲着。只要日积月累的坚持，您的腿部肌肉会变得越来越结实，走起路来自然轻松有力。第二个习惯是均衡饮食，给双腿提供充足的养料和能量。腿部的肌肉和骨骼就像房子的梁柱，需要材料来建造和维护。如果营养跟不上，再努力锻炼也很难见效。尤其是蛋白质和钙质，这是强壮双腿的2大基础营养元素。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只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锻炼才会长出肌肉。人上了年纪，蛋白质的吸收利用效率降低，所以更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在日常饮食中，每一餐都尽量保证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鱼肉、鸡蛋、瘦肉、豆腐、牛奶等。很多老年人食欲不佳，喜欢吃软烂清淡的食物，比如白粥配咸菜，这样长期下来容易营养不良，导致肌肉流失，腿无力。相反，一位80岁的奶奶每天坚持喝牛奶，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哪怕牙口不好，也会把肉炖烂吃下，所以她虽年迈，却腿脚有劲。可见，合理的饮食对腿部力量的影响非常大。除了肌肉需要蛋白质，骨头还需要钙质和维生素 D。人到中年后，骨密度会逐步下降，如果钙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骨头变脆。要让骨骼强健，日常饮食中应当多注意补钙。牛奶、优酪乳、起司等奶制品是钙的极好来源。不吃奶制品的人可以多吃深绿色的叶菜、豆制品、小鱼干、芝麻等含钙丰富的食物。顺便提醒，别迷信喝骨头汤能补钙，骨头汤里的钙含量其实很低，远不及一杯牛奶或者几块豆腐来得实在。真正补钙还是要靠日常饮食摄取足够的钙质，必要的话，在医生建议下也可以补充钙片。维生素 D 则帮助钙质吸收，我们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获取维 D。每天让皮肤接受15分钟左右的日照，有助于体内合成维生素 D。如果日照不够，也可以从食物中摄取一些维 D， 比如蛋黄、深海鱼等。钙和维生素 D 搭配，才能有效地强健骨骼，减少骨折的风险。
均衡饮食不仅意味着多吃有益的营养，还要避免过多有害的东西，比如过量的盐分和咖啡因会增加钙质流失，糖分摄取过多会导致肥胖，从而加重腿部关节负担。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忌口什么，而是饮食尽量清淡适度，少吃过咸过甜的加工食品，多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蔬菜水果也不能少，其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保持血管健康，减少炎症，对腿部的长期健康有益。绿叶蔬菜中的维生素 K 对骨骼有帮助，水果提供的维生素 C 有助于肌腱韧带的健康。在保证营养的同时，还要维持健康的体重。过重的人膝盖和髋关节常年累月承受超额的重量，更容易磨损损伤，而过瘦的人往往肌肉不足，缺乏对骨骼的支撑。通过合理饮食搭配适量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合适范围，腿部才能轻松工作。一些长寿老人往往身材适中，不胖不瘦，这为他们的腿脚轻便打下了基础。最后别忘了多喝水，充足的水分可以保持关节的润滑，防止腿部肌肉痉挛，尤其在运动后，记得补充水分和一些电解质，有助于身体恢复。总之，饮食上既要补充足够的健材让腿部强壮，也要避免不良饮食习惯对腿造成的隐患。每日3餐用心安排，你的双腿会感谢你的精心养护。第3个习惯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活动，给双腿创造一个良好的恢复和工作环境。我们经常说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夜间深度睡眠时，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修复白天受损的组织，包括肌肉和骨骼。如果常年熬夜，睡眠不足，双腿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修复，时间长了，肌肉和关节难免加速老化。相反，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第二天醒来时腿部也会感觉更有力。清晨按时起床后，不妨到户外活动一下筋骨。每天早上我都能看见公园里有一群爷爷奶奶在打太极拳，缓缓舒展腿脚的同时沐浴晨光，晨光中的紫外线还能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对骨骼健康有益，可谓一举多得。这样的晨练习惯不但唤醒了他们的双腿，也让一整天都精神抖擞。除了睡眠，日常生活中还要避免让双腿长时间处于不良状态。现代很多人一天到晚坐着，上班时坐在电脑前，回家又坐在沙发上，这种久坐习惯对腿部健康非常不利。长时间坐着不动，腿部血液循环变差，肌肉也会逐渐萎缩。我们应该养成每隔一段时间就起身活动的习惯，比如每坐1小时就站起来走动5分钟，顺便活动活动膝盖和踝关节。办公室里可以走去倒杯水，或者原地做几个下蹲，让僵硬的腿部放松一下。如果乘坐长途交通工具无法走动，也可以每隔半小时在座位上做做抬腿、伸展动作，防止血液瘀滞。对于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更不能成天坐着看事。有人打趣说，躺一天寿命减一天，虽然夸张，却提醒我们不要长期卧床或懒散不动。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即使每天多站起来活动一会儿，都比整天坐着的人更长寿。保持相对规律的日常作息，比如固定时间散步、吃饭和休息，能让身体形成记忆，不容易出大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100岁老人，就是每天固定2次去公园散步，按时作息。这种良好的生活规律，无疑为他的健康长寿提供了支持。规律作息还包括适当的休息和放松。劳累一天后，要给双腿一点恢复时间，可以午睡20分钟，让双腿抬高休息，帮助静脉血回流，缓解腿部水肿和疲劳。睡觉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促进下肢血液循环，也帮助自己放松更好入眠。这些简单的小习惯都能让腿得到滋养。另外，要注意保护好双腿的工作环境，家里的地板保持干爽防滑，浴室铺上防滑垫。夜间起床时记得先打开小夜灯照明。出门在外，根据天气增减衣裤，避免腿部受寒或肌肉僵硬。穿一双合适的鞋子，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或薄底鞋。别小看这些生活细节，养成安全舒适的习惯，能大大降低意外伤害的风险，让我们的腿更长久地为我们服务。总之，良好的生活作息就像给双腿定下了一个保养的节奏，
该休息时休息，该活动时活动，有张有弛，这样的双腿自然更健康耐用，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第4个习惯藏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和勇于动起来的意志。也许有人会问，心态跟腿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大了。我们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影响。如果一个人心里总觉得我老了，走不动了，他就更倾向于整天坐着不动，腿部功能也会迅速退化。相反，如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总觉得我还能走，我还能做很多事，那就会促使自己经常站起来活动，腿脚也因此保持灵活。心理状态对生理的影响在老年人身上尤为明显。研究发现，情绪抑郁、缺乏社交的老人，走路速度和平衡能力往往下降得更快，因为他们缺少出去活动的动力。而那些心态开朗、朋友众多的老人，总爱走出家门散步、参加活动，他们的腿自然更灵便，身体状况也更好。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退休后每天都安排自己出去走走，不是去公园和骑友切磋，就是去社区大学上课学习新知识。他笑称自己每天日程满满，忙得很快乐。现在他已年过古稀，走路依然带风，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这就是积极生活态度带来的益处。乐观的心态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挫折，即使不幸摔倒或生病了，也要有重新站起来的信心。很多老人一旦经历一次跌倒，就从此对行走产生了恐惧心理，宁可整天坐在椅子上也不敢多动，结果腿脚更容易退化。其实只要医生允许，我们应该勇敢地进行康复锻炼，重新站起来。可以借助拐杖、助行器等工具来增加安全感，但内心深处千万不要放弃我要走路的信念。有了这股劲头，腿部机能往往能恢复得更好。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自我实现预言，如果你坚信自己能行，那你的身体也更可能配合你去达成目标。当然，保持好心态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逞强蛮干，而是要以平和积极的心来看待生活中的变化，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比如学一种新的舞步，或者每周去一次更远的市场买菜。这些目标会促使你迈开腿去行动。当你完成目标时，会感到成就和快乐，形成正向循环。很多长寿的老人都有丰富的兴趣爱好，有的爱唱歌跳舞，有的喜欢种花养鱼，这些爱好让他们精神愉悦，身体也跟着动起来。另一方面，压力管理也很重要。慢性压力会使身体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压力激素皮质醇过多会损害肌肉和骨骼的健康，使人感觉疲惫、酸痛，不想动弹。通过与家人朋友交流，培养兴趣，练习深呼吸或冥想等方式来缓解压力，保持心情舒畅。反过来，能让我们更有动力去运动，睡眠也更安稳，对腿部的恢复大有益处。常言道，心年轻，腿才不会老。拥有一个乐观豁达的心境，主动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就会愿意每天站起来活动筋骨。很多100岁老人都提到，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好奇心是他们长寿的秘诀之一。那位107岁的老人也是如此，他一生豁达开朗，凡事看得开，加上前面提到的坚持运动和规律生活，才能高龄仍然行走自如。我们也要向他学习，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相信自己的双腿还能带我们去想去的地方。回顾一下这4大习惯，坚持腿部运动，均衡营养饮食，规律良好的作息，以及乐观积极的心态，这看似朴素的4件事，却是让双腿年轻、支撑长寿的关键所在。腿部健康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日复一日的累积。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认真践行这4个习惯，给自己的双腿足够的重视，时间会给出回报。当你的腿比实际年龄年轻30岁，你就真正拥有了行走自如的晚年。想象一下，到了90岁，你依然可以挺直腰杆散步，轻松地上楼下楼，甚至偶尔出门爬爬小山，生活仍然能够自主而精彩。这不是梦想，而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实现的目标。长寿从来不是偶然，健康的腿脚就是长寿的基石。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行走，有坚实有力的双腿相伴，我们才能一路走下去，去看更远的风景，也才能真正做到活到老，走到老。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好好爱护自己的双腿吧。每天迈出一小步，坚持每一个好的习惯，日积月累，您的双腿一定会越来越年轻，您的生命旅也将越走越长，越走越精彩。你有没有看着碗里的白米饭，内心纠结过？一边是香喷喷的米饭，一边是想着腰间的赘肉和飙升的血糖。现代人的餐桌上正悄悄上演着一场主食革命。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偶尔啃点野果和快瓷，那时候别说糖了，连饱腹都是奢望。后来学会了种地，稻米小麦成为主角，再后来，精白米饭和精白面成了身份和品味的象征。谁家要是能天天白米白面，那可是富足的象征。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富贵饭如今却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让人又爱又恨。什么是低糖主食？简单来说，就是那些相比白米白面含糖量或碳水化合物较低，升血糖速度较慢的主食替代品。这里的糖不仅仅指甜味的糖，而是指会在体内转化为血糖的那些碳水。白米饭、白面包这类精致主食消化快，血糖升得猛，而低糖主食往往富含膳食纤维，消化慢，能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还常常热量更低，营养更丰富。这意味着吃同样一碗东西，低糖主食能让你血糖平稳，不容易发胖，还更有饱腹感。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关注低糖饮食？原因很现实，肥胖、糖尿病这些健康问题正找上门来。看看身边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不再是老年人才独有，年轻人啤酒肚、脂肪肝的也屡见不鲜。世界卫生组织都多次警告过，吃糖太多对身体危害大。随着外卖和含糖饮料流行，我们无形中摄入了过量的糖分，加速发胖不说，还可能埋下糖尿病、高血压的雷。而糖不仅指饮料里的糖块、米饭、面条，这些主食过量了，也会变成过多的血糖。于是，控糖成了流行词。超市里打着低 GI 标签的食品越来越多，连饮料都刮起了无糖风。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一听到主食就自动警觉，哎呀，主食碳水高，减肥时千万碰不得。有的人甚至走上了生酮饮食或者断碳水的极端路线，视馒头米饭如洪水猛兽。可是人毕竟是要吃饭的啊，难道为了健康，我们注定与米饭馒头绝缘，只能天天啃菜叶，靠意志力续命？当然不，低糖主食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那些又想吃饱又想控糖的灵魂。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些升糖慢、热量低、营养高的食物来取代我们餐桌上传统的白米饭、白面条等主食。这样一来，既能享受吃主食的满足感，又不用担心一口下肚血糖爆表。接下来，就让我们以轻松的心态揭晓最新10大低糖主食排行榜。这些碳水界的新星如何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让我们的身体少受点糖的折腾？下面一一揭晓。先卖个关子，榜单中的头号选手可是号称无糖又顶饱的存在，甚至被很多人用来直接替代米饭。猜到了吗？第一名，紫薯。没错，这位无糖又顶饱的低糖主食冠军就是紫薯。紫色的地瓜，外表低调朴实，内在却大有乾坤。别看紫薯吃起来香甜绵软，其实它的天然糖分量极低，而且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简单解释一下，紫薯淀粉消化得慢，转化成葡萄糖也慢，吃了之后血糖就像小绵羊一样温顺，不会突然窜上去又掉下来。紫薯的 GI 值大约只有50出头，相比之下，白米饭的 GI 动辄就70、80，属于妥妥的低 GI 食物。也就是说，用紫薯替代米饭当主食吃，能避免餐后血糖过快飙升，特别适合需要控糖的人，比如糖尿病友或减肥中的朋友。紫薯凭什么能坐上低糖主食排行榜的头把交椅？首先，它热量低，每100克蒸熟的紫薯热量大概只有同等重量白米饭的1/3左右，也就是说，吃3块紫薯的热量才勉强抵上一碗米饭，而紫薯的纤维含量却是白米的好几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紫薯吃下去很抗饿，给人的饱腹感特别强，可以撑更久不饿，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缓解便秘。
很多人减肥饿得头昏眼花，其实换成紫薯当主食，既顶饱又不怕胖，一举两得。另外，紫薯还是个低调的营养冠军，它富含花青素，这可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能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衰老和一些慢性疾病。紫薯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很丰富，钾含量高，有助于控制血压，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和胡萝卜素等。别忘了，它还是薯类食物中的甜担当，却不含蔗糖。甜味主要来自于天然淀粉蒸烤后产生的香甜口感，因此无糖又顶饱，说的就是它了。说了这么多优点，那紫薯有没有什么坑呢？也不是没有。首先，紫薯虽然糖分低，但碳水终归是碳水，一次也不能吃过量，否则摄入的总热量也会积少成多。其次，紫薯最好蒸熟或水煮来吃，这样最健康。烤紫薯虽然香甜软糯，却会因为高温烘烤使表面糖分更加集中，而且烤得焦黑的部分可能产生对身体不利的物质，所以想控糖又想过嘴瘾，老老实实蒸着吃最靠谱。最后一点小提醒，紫薯吃多了，有些人肠胃会胀气，所以也要适量，不要一口气吃5个紫薯，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总的来说，紫薯作为主食替代，可以说是集美味与健康于一身。难怪许多人管它叫减肥圣薯或者控糖神器。当你下次馋米饭又不敢多吃时，试试用1-2个紫薯来替代吧，饱腹感满满，还多了一抹诱人色，连餐桌都变得活泼起来。第2名，藜麦，它有个霸气的称号，粮食之母。别误会，不是它生出粮食，而是因为藜麦营养实在太全面，几乎可以当成主食中的全能选手。藜麦原产南美安第斯山区，曾是印加文明的宝贵粮食，如今成了全球公认的超级食物。它富含优质蛋白质，含量是大米的好几倍，而且氨基酸组成全面，连其他谷物普遍缺乏的赖氨酸都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藜麦不仅提供碳水，还提供接近肉类的营养，很适合想控制碳水又怕蛋白质不够的人。藜麦还是膳食纤维高手，消化慢， GI 值很低。吃藜麦后，血糖上升缓缓，胰岛素也不慌张，对糖尿病人和减肥人群都很友好。有人做过实验，用藜麦替代米饭当主食后，饭后血糖波动明显减小。更妙的是，藜麦吃起来口感 Q 弹，有一股独特的坚果清香，不像有些粗粮那样粗糙难咽。你可以把它煮饭、煮粥或者拌沙拉、炒饭，用法很多元。哪怕是对藜麦不熟悉的长辈，也许一开始好奇这小小圆圆的东西是啥，尝过之后发现还挺香，也就接受了。不过要享受藜麦美味，有个小贴士，烹煮前先用清水泡半小时，反复冲洗几遍，因为藜麦表面有皂苷，那玩意儿洗掉会有一股苦味，处理干净后再煮，保证让你爱上这种来自高原的营养小炸弹。第3名，燕麦。常言道，五谷杂粮，燕麦称王。燕麦可不是我们养的小燕子哦，而是一种谷物。它为什么称王？因为燕麦的膳食纤维实在丰富，让其他谷物都自愧不如。这意味着燕麦消化慢，饱腹感特别强，还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让血糖曲线稳稳当当。另外，燕麦里的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非常有名，能帮助降低胆固醇，对心血管健康有益。这一招可是别的主食不太具备的。除了纤维，燕麦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里也是数1数2的，每100克纯燕麦差不多有15克蛋白，几乎赶上瘦肉的1/4了。而且燕麦的营养素种类多，钙、铁、锌、维生素 B、维生素 E 等等一应俱全，可以说是粮食界的营养全家桶。燕麦怎么吃？最简单的就是煮粥或者冲泡成麦片粥，早晨来1碗燕麦粥，暖胃又抗饿，上午再也不会饿得前胸贴后背。嫌清粥寡淡，你可以加点牛奶、坚果或者水果进去，营养更丰富，味道也更好。现在很多健身达人还喜欢用燕麦做代餐饼干、燕麦能量棒之类的零食，既满足嘴巴，又不怕发胖。不过要提醒一点，市面上有些即食燕麦为了好吃会加糖和香精，那就失去燕麦低糖健康的意义了。买的时候认准纯燕麦片。第4名，土豆。土是低糖主食，也许有人惊讶地喊出声，
毕竟土豆那么淀粉质，多吃不是长胖吗？其实土豆本身并不高热量，反而营养丰富。我国甚至在2015年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把土豆提升为继稻米、小麦、玉米之后的第4大主粮。土豆的魅力在哪？首先，维生素 C 含量高，每100克土豆维 C 大概有30毫克，比常见的苹果、葡萄还高呢。一个中等大小土豆就能提供你一天所需维 C 的将近1/3。难怪很多老一辈习惯冬天储存土豆，当做青菜水果匮乏时的维 C 来源。其次，土豆的钾含量惊人，是米饭的10几倍，高钾低钠，对控制血压和心脏健康很有益。那土豆怎么吃才低糖呢？诀窍就在于蒸熟后放凉再吃。刚蒸熟的土豆绵软香甜，但是直接热乎乎吃，升糖指数偏高。而如果把土豆放凉再吃，或者做成土豆沙拉，那抗性淀粉含量会增加，反而降低血糖反应，这是不是很神奇？所以想用土豆当主食又控糖的朋友，不妨把土豆蒸熟晾凉，拌点酸奶或者黑胡椒做成土豆，也别有一番风味。当然，千万别拿薯条、薯片当土豆来算，那玩意儿早就被高温油炸和盐糖腌制的不健康了。总的来说，土豆作为主食非常接地气又营养均衡，它既能当菜又能当饭，怪不得有句谚语说土豆烧熟了不用饭煮了，意思是一盘土豆足以顶下一锅饭。在秋冬季节来个清蒸土豆或者土豆炖牛肉，既暖胃又健康，再也不用担心馒头米饭升血糖了。第5名，芸豆。芸豆是豆类家族的一员，有红的、白的、花的各种品种，也叫菜豆或四季豆。别看它貌不惊人，其实是主食中的隐藏高手。首先，芸豆的升糖指数很低，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淀粉消化的慢，吃了之后血糖升得温温和和。对糖尿病人来说，芸豆简直就是平稳2字的代名词。其次，芸豆营养丰富，尤其以钙质著称，每100克干芸豆里含钙300多毫克，几乎是黄豆的2倍。常吃芸豆有助于补钙强骨。这还不算完，芸豆中还有一种有趣的物质，叫 alpha 淀粉酶抑制剂。听名字有点拗口，作用却很给力。它可以部分阻断我们肠道对淀粉的分解吸收，相当于给吃进去的碳水上了一把安全锁，减少热量摄入，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作为主食替代，芸豆怎么吃呢？直接干嚼肯定不行，我们一般是把芸豆煮熟煮烂，再加工成各种美味。比如国外流行的烘焙豆、炖豆子，其实就是把芸豆当主食吃。在中国民间，也有人把芸豆煮软后碾成泥，加点牛奶和少许糖或肉桂调味，做成芸豆泥当辅食或点心，香甜绵密却十分顶饱。想象一下，下午肚子饿时来一小碗芸豆泥，比吃饼干蛋糕强多了，既能充饥又不会让血糖飙升。唯一要注意的是，豆子吃多了有个副作用，容易胀气，所以不习惯的人别一次吃太多，循序渐进，让肠胃适应。吃完如果有噗噗的冲动，也别害羞，证明咱们的肠道菌群正在跟豆子亲密交流呢。第6名，山药。山药不仅是药膳里的明星，也是低糖主食界的一把好手。别以为只有五谷杂粮才能当主食，这根长得普普通通、表皮粗糙的白色根茎，其实很能顶饱。山药的热量非常低，同样重量下，山药的热量只有白米饭的1/5不到，这几乎可以称得上天然减肥粮食了。而更难得的是，山药的升糖指数也低，大约51左右，稳稳属于低 GI 食物行列。山药还有个隐藏技能，它含有山药、多糖等活性物质，被研究发现有增强免疫和降血糖的作用。简单说，常吃山药不仅填饱肚子，还可能提高身体的防御力，连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改善，对于糖尿病人是锦上添花。当然啦，吃山药也要讲究方式，清蒸或者煮汤是最佳选择，这样最大程度保留营养。如果拿去油炸成拔丝山药，或者和大量油盐一起炒，那可就暴殄天物了，还容易让升糖指数上升。生活中，山药常被加入各种煲汤和粥品，比如山药排骨汤、山药小米粥，软软糯糯，非常滋补。在减肥食谱里，也有人直接蒸山药当主食，
一根山药啃下去，比吃馒头更扛饿。总之，这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白山药，其实是个低糖又养生的宝藏食物，让我们在控糖之路上多了一个温和却有力的助手。第7名，芋头。提起芋头，也许你首先想到的是甜甜的芋泥奶茶或者香芋酥。不过抛开那些加了糖和奶的甜品不谈，原汁原味的芋头其实是一个优秀的低糖主食。芋头的血糖指数大约只有54，属于低 GI 行列，它的热量也很低，每100克只有区60千卡左右，远低于同量的米饭和面食。这意味着用芋头替代部分米饭能减少热量摄入，又避免血糖飙升，是不是很棒？芋头还富含膳食纤维，而且主要是可溶纤维。这种纤维在肠道里会变成凝胶状，延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让人更有饱足感，还能帮助排出多余的胆固醇和脂肪，对心血管健康和体重控制都有益处。芋头的钾元素含量也不低，对于控制血压有一定好处。可以说，芋头虽然长得圆滚滚，实际上内在很苗条，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低卡路里选手。在饮食应用上，芋头可以有很多变身。最简单的是清蒸芋头，绵软香甜，直接当主食吃就很好。或者把芋头削皮切块和大米一起煮成芋头粥，这样粗细搭配，口感更佳，又不失控糖效果。如果喜欢咸口，可以试试芋头烧肉或者芋头炖鸡。芋头吸收汤之后软糯入味，比土豆有另一风味。而无论哪种吃法，记得芋头切开后会有粘液，碰到皮肤有的人手会痒，戴手套处理更安心哦。总之，善用芋头，我们就能在满足味蕾的同时，把住血糖和热量的关卡。第8名，糙米。如果说前面介绍的好多都是粗粮杂豆，那么咱们回归谷物本身，糙米其实就是稻米脱壳后，但保留了糠麸的一种全谷米，相当于穿着外衣的米。别小看那层棕色外衣，里头藏着丰富的营养，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矿物质等都比白米饭高出许多。正因为有了这层外衣，糙米的消化速度比白米慢，因此血糖上升也较缓和，还更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同样一碗饭，糙米饭往往比白米饭更耐饿，也不容易吃过量。糙米的好，很多健身和控糖人士早有体会，不过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口感稍逊，相对硬一些，粗一些。对习惯了白米饭的人来说，刚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但也有妙招，可以用糙米和白米按一定比例混合，逐步提高糙米的比例，让味蕾慢慢适应。另外，也可以把糙米提前浸泡几小时再煮，口感会软糯不少。除了糙米，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全谷物选择，比如全麦面、燕麦米、荞麦、大麦等等，这些都是比精白米面更好的主食选择。现在不少人早餐喜欢全麦面包或杂粮馒头，也是这个道理。不过要注意，吃粗粮也要适量，不能因为是粗粮就猛塞肚子。还有肠胃不太好的朋友，粗粮一下子吃太多可能会消化不良，要循序渐进的增加。总之，糙米和其他全谷杂粮为我们提供了主食的新思路，不用每顿都盯着白花花的米饭，还有丰富多彩的健康选择。第9名，玉米。别以为玉米很甜就糖分高，其实玉米是个被名字耽误的控糖高手。嫩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左右，还带有大量的水分和纤维。一根棒子啃下去，既满足了嚼劲，又不会让血糖飙高。玉米富含维生素 B1、烟酸等，对保护神经系统有益，还有不少镁元素，有助于强化骨骼。玉米中的纤维则可以帮助延缓葡萄糖吸收，促进肠道蠕动，对预防便秘也有效。作为主食替代，玉米的吃法很简单，水煮玉米是最经典的。一根热腾腾的玉米，当早餐或加餐都顶饿又健康。如果觉得白煮太寡淡，可以涂一点点黄油并撒少许盐，风味瞬间提升。此外，把玉米粒剥下来和米饭一起蒸，做成玉米饭，或者煮粥时丢一把碎玉米粒，都能增加天然的清甜口感。值得一提的是，玉米还是预防眼睛老化的小帮手，因为黄色的玉米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有益。这虽然跟控糖关系不大，但算是额外的福利吧。总之，玉米作为中国人熟悉的粗粮之一，廉价又美味，还能帮忙控糖，实在不该被忽视。
在主食多样化的路上，别忘了时不时给自己来根玉米解解馋，顺便为健康加分。第10名，南瓜。别看南瓜甜滋滋的，其实它的糖分含量并不算高，而且胜在热量低，纤维足，在控糖主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瓜常被推荐给糖尿病患者作为主食替代之一，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果胶，能够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让血糖上升放慢脚步。据说南瓜中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可以促进胰腺中胰岛细胞的功能，对血糖代谢有益。这一点还在研究中，但民间早有南瓜能降糖的说法。南瓜作为主食，常见吃法是南瓜粥，或者用南瓜来蒸饭、做馒头。南瓜熬粥时，自身的甜味融入汤水，不用放糖也很可口，而且南瓜绵软易饱腹，一碗南瓜粥喝下去，感觉比白米粥更有满足感。除了粥，南瓜还可以做成南瓜泥，加点牛奶，就是一道健康绵密的甜品，比奶油蛋糕之类友好得多。甚至切块蒸熟直接吃，都像红薯一样香甜。值得注意的是，南瓜如果做成了甜品派，南瓜饼那种加了大量糖和面粉油脂的，就不再低糖了，那属于让好娃娃给带坏了。南瓜的好处还不止控糖这一条，它颜色金黄，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和免疫都有帮助。另外，它的钾和维生素 C 含量也不逊色，算是一种营养密度挺高的蔬菜主食。所以偶尔给自己来点南瓜餐吧，换换口味，又收获健康。一碗金灿灿的南瓜杂粮粥，喝下去满满暖意，还为你的餐桌增添一道秋天的风景。结语：找回健康的主食之路。以上这10大低糖主食，可以说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血糖小卫士和肠胃好伙伴。他们或许曾经不起眼，甚至一度被我们嫌弃为穷人饭、粗糙饭。想想看，过去那些年，人们努力提升生活水平，梦想天天白米白面、大鱼大肉，好不容易过上了精细饮食的日子，却发现富贵病也跟着来了。于是我们又掉头寻找曾经吃腻了的红薯、杂粮，发现它们才是养护身体的宝贝。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循环和反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前看不上眼的粗粮，摇身一变成了餐桌新宠。当然，我们提倡低糖主食，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杜绝碳水，更不是让大家跟米饭馒头永别。正如老话说的，五谷为养，主食仍然是重要的营养来源。长期一点主食不碰反而有害，可能导致情绪低落、精力不济，甚至影响内分泌和代谢健康。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粗细搭配，均衡饮食。比如白米饭可以配一些上面提到的粗粮一起煮，或者一周有几天用紫薯、燕麦等替换部分主食，其他时间照样可以吃点面条、馒头，这样既不会觉得委屈嘴巴，又达到了控糖控热量的目的。现代人追求健康，其实并不是要我们过苦行僧般的生活，而是学会聪明的选择食物。低糖主食们的出现，就是让我们在美味和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的钥匙。吃对了主食，我们不仅能控制体重、预防慢病，还能每天精力更充沛，不再经历血糖坐过山车的疲惫。更妙的是，你会发现饮食丰富多彩了，紫色的薯、金黄的南瓜、五颜六色的杂粮饭，餐盘变得缤纷，心情也跟着明亮起来。人类与糖的爱恨情仇还在继续，从茹毛饮血时代对甜味的渴求，到农业文明对白米白面的偏爱，再到工业时代被精制糖包围，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如今，我们并非要完全拒绝甜美，而是开始重新审视手中的食物。幸运的是，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这些健康又美味的馈赠，只等我们去发现并善加利用。希望这份排行榜能给你的餐桌带来一些灵感，原来主食还能这样选择，让我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收获健康，在饮食进化的新时代，吃出智慧，吃出快乐。好了，今天的低糖主食之旅就到这里。记住，美味和健康从来不是死对头，只要方法用对，我们都可以做自己餐桌的主人。下次在面对满桌选择时，不必再焦虑彷徨，放心地拥抱这些低糖主食吧，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夜深人静，
65岁的老张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他白天在公园听几个老友聊天，说起上了年纪还有没有那种需求，有人笑称我早就金盆洗手了，也有人只是嘿嘿一笑没接话。老张心里有个小秘密，他偶尔还会偷偷自己解决一下生理需求，但想到各种传言都说年纪大了再干这事儿不好，会伤身，他就有些担心60岁后偶尔手淫，对身体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像老张这样暗自困惑的人并不少见，许多中老年男性一提起手淫就羞红了脸，有人甚至管他叫干坏事。大家觉得这么大岁数了还谈这个实在不好意思，所以宁可憋着难受也不愿提。但是人老了并不代表那方面的需求就完全消失，只是变得更隐秘了而已。过去流传着不少可怕的说法，什么精尽人亡啦，伤肾伤身啦，搞得很多老伙伴闻之色变。其实啊，有些观念真得改改了。据说有 99% 的中老年人都不知道，60岁以后偶尔偷偷摸摸一下，竟然会让男人的重要器官前列腺发生6个意想不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像纪录片探秘一样，层层剖析这个看似羞羞的话题，揭开其中的科学真相。也许听完您会发现，这件被称作是的举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首先，第一个变化是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听起来不可思议吧？前列腺被称为男人的生命线，到了老年，他最怕的敌人之一就是前列腺癌。很多老朋友可能以为手淫是伤身的，但现代研究恰恰发现，规律的射精反而可能有助于保护前列腺，降低前列腺癌发生的几率。国外有项长期追踪研究统计了数万名男性的健康数据，结果显示，一生中射精频率较高的男性，前列腺癌的发生率明显比那些频率很低的人要少。比如每个月射精21次以上的人群，前列腺癌风险比每月不到7次的人降低了将近30%。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难道年纪大了还要多做几次才好吗？别误会，这并不是鼓励您没完没了的来，而是说明适度的排精对前列腺有益处，至少不会像过去有些传言说的那样有害无益。其背后的原理，通俗地说，就是每次射精都像是给前列腺做了一次大扫除，把前列腺液里潜藏的一些有害物质和可能致癌的因子一并带出体外。就好比长期不开的水管容易积垢生锈，经常有水流过，反而更干净。对于60岁以上的男性来说，前列腺癌的风险逐年升高，如果能够通过适度排精来冲洗前列腺，无疑是件有益的事。当然，降低癌症风险光靠自己在家努力还不够，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尤其是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对前列腺有副作用。另外，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戒烟限酒，适当锻炼身体，提高自身免疫力。这些措施配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预防疾病。手淫只能算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小因素，可别把它当成防癌的唯一法宝。定期体检和遵医嘱筛查前列腺健康，比如验 PSA 指标依然非常重要，该做的一样都不能少。第二个变化，暂时减缓前列腺充血或肥大带来的不适。很多上了年纪的男性都有前列腺增生，也就是前列腺肥大的烦恼。这种情况下，前列腺就像个被吹胀的气球，体积变大后压迫着膀胱和尿道，让人老是有尿意却又尿不痛快。坐久了，下腹还发胀发紧。适度自慰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个气球放放气。当男性受到性刺激并射精时，前列腺腺体会强烈收缩并排出前列腺液，这过程相当于把长期积存其中的一些液体排空了，也缓解了局部过多的血液堆积。这样一来，前列腺的肿胀可以稍稍消退，压力降低，人就感觉舒服一点。很多老人家或许都有这种体会。隔很久如果没有排精，盆骨区域可能隐隐长疼，甚至尿频更严重。适当释放后，感觉下腹轻松了一些，尿也似乎顺畅了一点。这种舒缓正是因为前列腺内的压力暂时减小了。我有个邻居张叔，今年64岁，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原先因为不好意思碰那事，经常被憋尿憋得腰酸，小肚子胀痛，晚上要跑3-4趟厕所。后来在医生建议下，他尝试每周自己动手解决1-2次，结果没想到最近他半夜起床的次数减少了，
白天排尿也通畅些，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老张感叹，早知道适度弄一下这么管用，我就不用受那些罪了。可见偶尔给前列腺泄洪，对缓解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有帮助的。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短暂的缓解效果，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前列腺肥大。如果增生严重，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该看医生还是要看医生，千万别把手淫当成治疗方法。日常生活中也要养成一些良好习惯，不要久坐不动，坐久了记得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筋骨，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不要憋尿，想上厕所就及时去。睡前2小时尽量少喝水，避免夜尿频繁影响睡眠质量。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再加上适度的特殊运动帮忙，你会发现前列腺的不适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总而言之，这第2个变化告诉我们，适度手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前列腺充血、肥大带来的不适，就像给前列腺减压一样。但毕竟治标不治本，我们还是要综合调理，才能真正远离那种憋胀的难受滋味。再来看看第3个变化，性激素水平的小波动。男人到了60岁，雄激素主要指睾酮的水平虽然比年轻时低了不少，但并非一死水。每次发生性高潮，其实体内的激素都会经历一次小过山车。有趣的是，有研究发现，男性在射精前后，体内睾酮含量会暂时升高，约1小时后再慢慢回落到正常水平附近。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叫双氢睾酮的强力雄激素，它和前列腺健康关系密切，在高潮过程中水平也会出现短暂的波动。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适度的手淫会引起睾酮和相关荷尔蒙短时间的小幅起伏，但很快身体就会恢复平衡，并不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换句话说，您不用担心干坏事会一下子把人的阳刚之气都耗光，更不会像民间传言那样伤肾伤身。有的人年轻时脱发、腰酸，就把原因归结到手淫头上。实际上，头发的生长主要取决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水平，尤其是体内一种叫双氢睾酮的激素。适度手淫并不会让你的头发说再见。至于腰膝酸软，多半是年纪增长和劳累所致，并不是你释放几次就把肾给搞坏了。所以只要把握好度，身体完全扛得住这种小打小闹。相反，从长远看，适度的性生活还有助于维持体内激素的正常分泌，让人保持相对年轻的状态。这就好比汽车发动机要定期运转一下才能保持性能，人体的激素系统也需要适当练功才更稳定。反过来，如果因为害怕有害而完全禁欲不动，压抑生理需求，搞得自己精神紧张、焦虑、抑郁，反而可能打乱身体的激素平衡，对健康更不利。所以啊，第3个变化其实是在替手淫证明，只要不过度，射精引起的激素波动是正常且无害的，还可能是有益的调节。为了进一步呵护60岁后体内的荷尔蒙平衡，我们平时也要注重其他方面，比如保持规律的作息和充足的睡眠。睡眠充足有助于睾酮的正常分泌，还要学会释放心理压力，情绪放松有利于性激素的平衡。此外，进行适当的锻炼，尤其是力量训练，也有助于提高睾酮水平。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不过度也不完全压抑的适度性爱，才能让老年男性的男子汉底气更足，精神更旺。接下来第4个变化是局部血流的改变，帮助缓解盆腔压力。我们都知道，在性兴奋和射精的过程中，身体会大量充血，特别是男性的骨盆区域，血液循环会变得异常旺盛。这其实相当于给前列腺和周围组织进行了一次小型有氧运动。前列腺本身布满血管，平时如果久坐缺乏运动，盆腔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局部容易缺氧，血液瘀滞。而当你通过自慰达到高潮时，骨盆部位瞬间血流加速，前列腺也处于短暂的充血状态，随后在射精完毕后逐步恢复正常。这样一冲一泻之间，就好比给前列腺做了一次按摩和冲刷，血液带来了新鲜的氧气和养分，又带走了代谢的废物，对前列腺来说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很多中老年男性因为腿脚不便或者日常运动少，
下半身的血液循环不太好，偶尔靠这样的方法活血，有助于降低盆腔的压力感。难怪一些泌尿科医生常告诉前列腺疾病患者，规律的性生活，包括手淫，对前列腺有好处，可以促进前列腺液的排出和循环，让腺体不至于憋着。当然，要让前列腺长期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平常还是得结合其他运动锻炼，比如每天坚持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试试专门锻炼盆底肌肉的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提肛运动，这些都能改善前列腺附近的血流状况。如果觉得健身太累，简单的身走动，伸展腰胯也比一直坐着强。此外，每晚睡前用温热水坐浴一会儿，也是传统上缓解前列腺充血的小妙招。这些方法配合起来，日积月累，对前列腺的养护可是大有裨益的。第4个变化提醒我们，前列腺喜欢动起来的感觉，哪怕通过手淫这种私密方式让它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对局部健康有好处的。但光靠这一种运动还不够，动静结合，全面锻炼，才能让我们的前列腺一直保持活力。第5个变化是对排尿功能的短期影响。许多老年男性平时被尿频尿急困扰，排尿不畅更是常有的烦心事。那么手淫之后对小便究竟有什么影响呢？有的人发现，在射精完的当下立刻想尿尿时，可能一时半会儿反而尿不出来，或者尿线变得分叉，感觉尿道发紧。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射精刚结束时，前列腺和附近的组织还处在充血肿胀状态，尿道暂时有些狭窄，好比水管口被捏了一下，水流当然不顺畅。所以医生会建议性生活或手淫后稍微缓一缓，等几分钟让前列腺消肿，盆底肌肉放松一下，再去小便。过了这几分钟后，再解手往往会觉得尿比平时更畅快，排得更干净。这是因为前列腺释放完液体后，尿道通道变得通畅，尿液可以顺势冲刷，把残留的精液和细菌带出体外。简单来说，适度的射精活动对排尿有一个先抑后扬的影响。刚完事时可能尿不出来，但稍等片刻就能体验到一泻如注的痛快。对于那些由于前列腺增生而排尿困难的长者来说，这种短期的改善虽不能根治问题，但聊胜于无，起码能让你暂时享受一下顺畅排尿的舒爽感觉。而且每次射精后的及时排尿过程，实际上也是在冲洗尿道，有助于降低泌尿道感染的风险。不少人担心手淫会不会导致尿路感染或者前列腺炎，其实关键在于注意卫生，事前事后清洁好双手和私处，排尿把细菌冲出去，一般不会有什么感染。适度的性活动反而有利于前列腺炎的康复，因为可以减轻前列腺长时间充血的状态。所以那些得了前列腺炎就草木皆兵不敢过性生活的老兄们，可以放宽心，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排精，对病情并无坏处。当然，要真正改善排尿功能，还得多管齐下，比如每天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让膀胱有清水定期冲洗尿道，不要因为怕上厕所就不敢喝水。白天养成规律排尿的习惯，不要等憋到不行才去，避免膀胱过度膨胀压迫前列腺。晚上睡前不要摄入刺激膀胱的饮料，比如咖啡、浓茶或酒精，以免夜里频繁跑厕所。这些措施综合起来，才能长久地改善排尿状况。手淫充其量只是帮忙疏通尿路的临时小助手，可不能把它当成治疗排尿困难的灵丹妙药呀。最后，我们来说第6个变化，短暂促进心血管和全身循环。别忘了，性高潮可不是局部的事情，它对全身都有影响。当您达到高潮时，心跳会明显加快，血压也会上升，呼吸变得急促。这和跑步锻炼时的生理变化有些类似。虽然激情时刻很短暂，但毕竟也是让心脏和血管跑了一趟。有专家测算过，性爱时的心率和血压上升幅度大概相当于爬2层楼梯的运动量。也就是说，如果平日您爬楼梯都不在话下，那么这种运动强度对您的心脏也是安全可承受的。对于大多数健康的老年人来说，这样的小小冲刺实际上有益于锻炼心血管，使血液更通畅地流遍全身。更妙的是，高潮过后身体会分泌一些让人愉悦放松的化学物质，比如内啡肽等，
使心跳血压逐渐回落，整个人进入一种满足而平静的状态。这对于缓解压力、改善睡眠都有好处。经常心情愉快，压力减轻了，心血管系统的健康状况自然也会随之改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适度手淫有点像一种特殊的有氧运动兼放松疗法，不仅让前列腺收益，也让全身各处的血管舒展了一把。一些研究还指出，保持规律的性生活的老年人免疫力可能更强，患心血管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风险也略低。这或许就是生命在于运动的另一种体现吧。当然，前提是您本身没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有心绞痛、严重高血压或心功能不全等问题，任何剧烈活动都需要谨慎，包括性爱在内，最好遵医嘱进行。正常情况下，适度的性爱活动对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是友好的。很多老年夫妻在和谐的生活中，不仅身体受益，感情也更加融洽。对于没有伴侣的老人来说，偶尔通过手淫来自我满足，同样可以获得这种身心愉悦的效果。可千万别觉得孤家寡人就与快乐绝缘了，运动也好，亲密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自己身心健康、快乐长寿。因此，不管方式如何，只要量力而为，安全适度，都不失为强身健体的好办法。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好好总结一下吧。60岁以后，适度干点坏事，也就是手淫，对前列腺和身体确实有6大益处，分别是降低前列腺癌的风险，缓解前列腺肥大的不适，激发短暂的荷尔蒙积极波动，促进前列腺局部的血液循环，短期改善排尿通畅度，以及给心血管带来温和的锻炼。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意外？原来上了年纪，自娱自乐居然还有这些妙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包治百病的万灵丹。前列腺要想真正保持健康，还是要靠全面均衡的生活方式和必要时的医疗手段。这6个变化充其量说明适度手淫对前列腺有帮助，但远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药。医生们也一再强调，既不要过度纵欲，也不必完全禁欲，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那这个度究竟是多少呢？一般来说，中老年男性每周进行1到2次手淫或性生活是比较适宜的频率。如果感觉特别疲惫，就减少频次，反之精力充沛的话，多来1、2次也无妨。总之，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以身体舒适，不影响第二天生活为准。对于中老年男性来说，开开心心、顺其自然地满足适当的生理需求，远比长期压抑自己要来得有益。同时别忘了，该锻炼锻炼，该检查检查，饮食清淡均衡，心态乐观豁达，这些传统养生之道一样都不能少。有伴侣的要多和另一半沟通，增进感情；没有伴侣的自己也可以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生活，让身心愉悦。偶尔为之的坏事不但不会伤身，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养护前列腺的小妙招。不过请谨记，凡事适度即可，千万别把它当成灵丹妙药而过度依赖。保持智慧而平衡的养生之道，加上一点点适当的自我释放，相信我们的生命线前列腺到了60岁以后，依然能保持应有的活力。该出手时就出手，让晚年生活更自在健康吧。刘阿姨今年65岁，一向自诩身体硬朗，饭后还爱去公园遛弯。可有天她下楼时，突然觉得双腿发软，差点踩空滚下来。隔壁热心的王奶奶一听，吓得直劝她赶紧重视起来。人老腿先衰啊，我有个老同事当初也是腿没劲儿，没多久身体每况愈下。后来王奶奶欲言又止，但意思很明确，腿有劲，命才长。刘阿姨半信半疑，腿脚不给力，真的会影响寿命吗？其实不少人和刘阿姨一样，年轻时没觉得腿有多重要，直到年纪上来了，才发现爬几层楼梯都气喘腿抖。俗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双腿就像我们身体的地基和支柱，腿垮了，生活质量也会直线下降。更夸张地说，养腿比养命还重要。这话听起来夸张，却有一定道理。接下来我们就用趣味故事和科学研究来说说腿部健康与长寿的关系，以及分享3个中老年人都能练的经典养腿动作，帮助大家养好腿，将来走路都带风。别看腿只是身上的下半截，它可承担着大任呐。
全身一半以上的骨骼和肌肉都集中在双腿，身体最大的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和最长最结实的骨头股也都在腿上。可以说，腿部是人体的承重墙。如果腿脚无力，平衡和行动力都会变差，生活自理都成问题，更别提长寿享福了。现代研究也在印证腿好寿长这一点。比如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走路速度快的老人整体健康状况更好，往往也活得更久。想象一下公园里那些健步如飞、走路带风的大爷大妈，他们腿脚利索，说明心肺功能、肌肉力量都比较优秀，这是长寿的标志之一。反之，那些走两步就腿疼腿软的，往往身体机能已经在走下坡路。再来看一个欧洲的研究案例，针对上千名平均67岁的心脏病患者随访数年，结果发现大腿肌肉力量越强的人，心脏衰竭的风险越低。大腿有力的人和腿无力的人相比，心衰住院风险降低接近一半。可见腿部肌肉不仅支撑身体，也在默默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有经验的医生甚至说，腿部状态就是健康晴雨表。腿有劲的人往往骨骼更硬朗，柔韧性更好，连心肺功能都不差。还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来自英国，研究人员对一对双胞胎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对比他们的身体状况。结果显示，腿部力量较强的那一组双胞胎，10年后认知能力和大脑健康状况都优于腿弱的那一组。也就是说，腿脚越有劲，大脑老化越慢。这听起来神奇，却充分说明腿部锻炼对全身的重要性。不仅强健身体，还可能强健大脑，预防老年痴呆呢。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腿部健康和人的长寿、健康老化都有密切关系。难怪老人们常说人老先老腿，腿不行了，衰老就真的开始找上门了。人到中年以后，为什么腿脚会渐渐不听使唤？幕后黑手就是自然衰老带来的肌肉、骨骼、神经变化。让我们拆解一下。肌肉流失，大约从30岁开始，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就以每年 1%、2% 的速度悄悄减少。60岁后，肌肉流失速度还会加快到每年 3%、5%。常年缺乏锻炼的人，腿部肌肉更是大撤退。腿部肌肉一少，就好比手机电量掉到 20% 以下，随时可能罢工。没有结实的股四头肌、大腿肌和小腿肌支撑，我们站立、行走都会变吃力。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老年人腿特别瘦，走路发飘，那就是肌肉流失严重的表现。医学上把老年肌肉大量减少称为肌少症，是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骨质疏松，骨骼就像腿部的钢筋水泥，年轻时钙质充足，骨头硬朗强壮，可随着年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骨密度下降，骨头变得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脆弱。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老年人轻轻一摔就会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大腿根部，而髋骨一旦骨折，后果很严重。有统计显示，老年髋骨骨折后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15%， 即使不致命，骨折后长期卧床也可能引发肺部感染、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腿部骨骼变脆弱，还会导致驼背、身高变矮、关节疼痛，让人行动更加迟缓。关节磨损，我们膝关节、髋关节这些年迈时常常咔咔作响，酸痛不已，很多都是关节退化、软骨磨损的结果。腿部承重关节在几十年如一日的使用后，软骨就像磨损的轮胎一样变薄，关节润滑液减少，行动时自然吱呀作响。关节疼痛会让老人更不愿活动，形成恶性循环，不动则关节僵硬，更痛，越痛越不想动，最终导致骨关节炎找上门来，膝盖变形，腿也伸不直，走路一瘸一拐，神经退化。上了年纪后，很多人感觉腿脚不听使唤，走路像踩棉花，反应也慢半拍。这是因为支配腿部的神经反应速度变慢了，大脑发出抬腿的指令，传到腿上可能要稍微卡顿一下，肌肉的反馈也没年轻时灵敏，这种神经肌肉协调下降会影响平衡能力和步态。简单来说，就是腿跟大脑不同步了，所以老人容易拖着脚走路，不抬脚容易被小台阶绊倒，神经反应变慢，加上前面说的肌肉变少，关节不灵活，难怪老人家走路容易跌倒。
血管与循环，腿部还有庞大的血管网络，承担着全身一半的血液循环。我们小腿肚子有个外号叫第二心脏，因为小腿肌肉收缩时就像一个辅助泵，把静脉血液从下肢挤回心脏。如果长时间不运动，或者腿部肌肉太薄弱，这个帮浦功能就差，腿部血液回流变慢，心脏供血也受影响。很多久坐不动的人站起来会头晕，就是下肢静脉血一下子冲不回来，大脑短暂缺血的缘故。腿部血液循环不良，还容易出现静脉、腿部水肿、冰凉等问题。总之，腿就像心脏的好搭档，腿不给力，心脏负担还更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别急，了解这些变化并不是让大家认命，而是为了对症下药，积极应对。衰老固然无法抗拒，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减缓腿部的老化，让衰老的进程放慢脚步。下一段我们就来聊聊如何保护我们的腿，让它为我们的健康长寿保驾护航。如果你的腿会说话，它现在可能正冲你喊：主人，活动活动我吧，不然我可要报废啦。真的是这样，一个人腿部衰老的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日常是否锻炼。好消息是，无论几岁开始运动锻炼都不算晚，保持腿部活动，哪怕老年再开始，依然能收获显著的好处。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懒惰实验，让一群受试者在2周内尽量不使用一条腿，不走路也不运动，结果发现仅仅14天不用，那条腿的肌肉力量居然下降了将近1/3。年轻人如此，老年人也一样经不起长期不动弹。由此可见，用进废退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腿部肌肉偷懒个把月，等于老化好几十年。长期卧床的病人更明显，没多久腿部肌肉就显著萎缩，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第一条秘籍就是别让你的腿闲着。当然，并不是要大家去跑马拉松、爬珠峰式的高强度运动。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贵在坚持适度的锻炼。医疗专家建议，每周至少有3天进行计划性的腿部运动锻炼，每天累计20分钟以上。这里计划性锻炼指的是专门的肌肉训练、步行等，有别于日常零散走几步。坚持运动能够维持腿部肌肉力量，延缓骨质流失，还能改善心肺功能，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你可能会问，我都60多岁了，现在开始练腿是不是太晚？一点也不。研究表明，即便人生过半再开始锻炼，仍然可以明显降低死亡风险，提升生活质量。许多70、80岁的长者通过后天锻炼重新练出好腿脚的例子比比皆是。70岁练都不晚，只要开始，永远不嫌迟。与其担心锻炼有没有用，不如马上行动起来试一试，你的身体会给出惊喜的反馈。除了运动，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几点来养护我们的腿，避免久坐久站一个姿势，坐多久都要起来走动活动筋骨，哪怕原地踮踮脚尖。注意腿部保暖和舒适，别总穿紧身裤、翘二郎腿，高跟鞋也不要久穿，以免影响血液循环。还有就是均衡营养，充足蛋白质，肌肉可是需要蛋白质来修复生长的，豆制品、鱼肉、蛋奶要跟上。这些生活细节都做到配合锻炼，你的腿一定会比同龄人的更加年轻有活力。说了半天，究竟练什么才能养出一双长寿腿呢？下面隆重介绍3大经典腿部训练动作，简单有效，不管您是50岁还是75岁，都可以根据自身况进行练习。它们分别是深蹲、抬腿、弓步蹲。这3个动作无需器械，在家就能练，是中老年朋友公认的抗衰老腿功。我们逐一来看。提到练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深蹲。是的，深蹲 squat 堪称腿部第一养生动作，别被深蹲2字吓住了。其实你每天坐下站起，就是在做类似深蹲的动作。深蹲能同时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后侧的股二头肌，以及臀部和小腿，是全面强化下肢力量的王牌动作。对于中老年人，我们推荐一种安全的变式，靠墙深蹲。怎么做呢？找一面平墙，背靠在墙上站好，双脚略微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前，然后慢慢弯曲膝盖，划着墙壁下蹲，就像要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蹲到大腿和地面平行，
大概膝盖弯曲接近90度时停住，保持这个半蹲姿势。刚开始保持20秒左右就会感觉大腿酸酸的，这是在唤醒沉睡的腿部肌肉哦。休息一下，重复几组，随着力量提高，可以逐渐延长坚持时间。目标是每次累计能蹲1分钟甚至更多。墙壁能支撑你的后背，减少失去平衡的风险，非常适合初学者。要是嫌无聊，可以学学有经验的朋友。背靠墙深蹲的时候，手里拿本报纸看看新闻，时间很快就过去啦。坚持深蹲有什么好处？首先，大腿肌肉会变结实，日常像上下楼、蹲起这些动作都会轻松许多，再不怕上厕所蹲下去站不起来了。其次，深蹲是承重动作，对提高骨密度很有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骨质疏松。深蹲还训练了核心肌群和平衡感，让你站得更稳。很多老人担心深蹲伤膝盖，其实正确的深蹲反而能保护膝盖。强壮的大腿肌肉会帮膝关节分担压力，膝盖更稳定。关键是量力而行，不要一开始就蹲太深太久。有膝痛的人可从半蹲小幅度开始，一旦尝到甜头，你会发现深蹲让双腿又找回年轻时的劲头。接下来登场的是抬腿练习，别小看这个动作，它是中老年人公认的腿部基本功，简单却大有裨益。抬腿的方式有很多种，这里介绍2种常见又安全的。坐姿抬腿，找一把结实的椅子，坐在椅子前1/3处，背部挺直，不要倚靠，双脚自然下垂，手扶椅子边缘保持平衡，然后一条腿慢慢向前伸直，抬高，尽量让大腿后侧离开椅面，小腿悬空伸直，坚持5秒左右，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左右腿交替各做10到15次。如果觉得太轻松，可以在脚踝绑沙袋，增加一点阻力。这个动作主要锻炼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可是保持走路和爬楼梯能力的关键肌群。年纪大了，它要是没力，腿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使不上劲。所以每天坐着看看电视时，不妨做几组坐姿抬腿，小幅度即可，贵在坚持。日积月累，能有效改善腿部力量。直腿抬高，平躺在床上或瑜伽垫上，也可以在地板上铺个垫子仰卧，双腿伸直放平，手臂放体侧，然后一条腿缓缓向上抬起，膝盖尽量不要弯，抬到与地面呈45度左右即可。坚持2秒，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重复，每侧做10次左右。这个动作看似轻松，其实对下腹和大腿前侧都有锻炼作用，有助于增强下肢力量和核心稳定性。对于腿部力量较弱或者有膝关节问题的长者，直腿抬高是个很好的入门动作。它不会给膝关节施加压力，却能激活腿部肌肉。一些康复训练中也常用它来帮助患者恢复腿部力量。抬腿动作最大的优点就是随时随地可练，坐着躺着都行，不需要任何器材，甚至等公交、煮开水的空当，扶着墙也能抬抬腿锻炼一下。别看动作幅度不大，只要坚持，效果不会缺席。很多老友记们早上睡醒还没下床，就先躺着抬腿，做个床上体操，活动一下筋骨再起床，感觉腿脚轻快不少。这就是抬腿练习带来的惊喜。每天一点小锻炼，逐渐找回腿部的力量和控制力。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弓步蹲，也叫弓箭步、箭步蹲，英文 lunge。这个动作姿势有点像古代弓箭手拉弓射箭，所以得名。弓步蹲能锻炼腿部肌肉的同时提升平衡能力，对预防跌倒很有帮助，可以说是稳如老松的练腿秘籍。标准做法：站直站稳，右脚向前跨出一大步，向前踏出弓箭步的姿势，两脚前后打开约一条腿的距离，保持上身直立，眼看前方，然后缓缓弯曲前面的右膝，让身体下降，后面的左腿膝盖也一起弯曲，接近地面但不碰地。这个姿势像是单膝下跪，但前腿承担重量。注意前面的右膝不要超过脚尖，保持小腿近乎垂直地面，以保护膝关节。停留1秒后，用前腿发力站起，收回右脚回到起始站姿，换左脚向前，重复上述动作。每侧腿做810次为一组，根据自己情况做23组。听上去有点复杂，其实掌握要领后非常简单。刚开始练习时，可以扶着椅背或墙，以防站不稳，或者干脆在床边练，这
这样万一失去平衡，可以坐到床上不至于摔倒。弓步蹲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一定要蹲得很低很标准，哪怕只是轻微屈膝，感受到大腿用力也是在进步。随着练习，你会发现自架蹲得越来越稳，步伐也更有力。弓步蹲的好处可不少，它可以强化大腿前后肌群和臀部肌肉，因为起身时主要靠前腿发力，这对锻炼腿部爆发力很有效。日常生活中，我们上下楼梯、坡道其实就是类似单腿用力的动作。有了弓步蹲的训练，爬楼提重物都会更轻松。更重要的是，弓步蹲训练左右腿交替站立，能极大改善平衡协调。很多老人平时只是双脚站立，一只脚独立站就摇晃。练习弓步蹲等于给大脑和神经系统也上了一课，重新学会控制单腿平衡，这对预防跌倒太关键了。有了好平衡，走路自然稳健如飞，再也不怕稍微绊一下就摔跤。弓步蹲还可以稍微拉伸到髋关节，让胯部迈得更开，走路姿势更加矫健。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您的膝盖已有严重退行性关节炎，或者刚做过置换手术，弓步蹲可能不太适合，务必咨询医生或物理治疗师的建议。一般的膝痛患者也可以尝试浅弓步，不下蹲太多，来加强腿力，但一定根据自己疼痛程度调整，安全第一，但也不要因噎废食。训练腿部力量对保护关节反而有益呢。俗话说，人有双宝，力行全靠腿脚好。健康长寿光顾的不一定是那些吃补药静养的人，反而常常是那些腿脚勤快坚持活动的人。我们看到太多例子，广场舞跳得欢的大妈大爷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每天打太极拳的老伯90岁还步履稳健。相反，有些人50多岁就不怎么动弹，结果没到花甲，腿脚就退化得像80岁。可见养腿真的比养命还重要，至少腿养好了，你才能有命去享受高寿啊。还记得开头刘阿姨的故事吗？幸好她听取了邻居的建议，从那天开始每天练习上述的深蹲抬腿动作，还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健步走活动。几个月下来，刘阿姨感觉膝盖不那么酸软了，上楼梯不扶扶手也没问题，走路腰板挺直，步伐带风。她逢人就说，早该早点动起来，我这腿现在有劲儿多了。是的，70岁练腿也不晚，只要开始就有收获。无论您现在年纪多大，千万别再偷懒让腿部继续退化了。最后，我们送大家一句话，腿脚好了，胜吃人参果，天天动腿，寿比南山松。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的腿一个机会吧，养好我们的腿，这比保养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每天哪怕10来分钟的腿部运动，坚持下来，都在为未来储蓄健康本金。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能健步如飞，踏遍山河，真正做到老当益壮。让我们行动起来，从养腿开始，为长寿和高品质晚年打下坚实基础。俗话说，人生70古来稀，但如今活到70甚至80岁早已不稀奇。很多人一退休就开始热衷于参加各种聚会，找伴一起跳舞，或者约人打麻将，生怕日子太清静。聚会上把酒言欢，确实热闹，可人散去之后，四下只剩一屋子的冷清。找伴跳舞时灯光璀璨，很开心，可舞曲一停，大家还不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约人打麻将赢几把固然痛快，可要是天天沉迷于此，日子久了也会觉得单调。但是参加这些热闹活动真的能让晚年生活更高品质吗？你以为的可能不是真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正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不在于有多热闹，而在于能不能活得舒心且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将介绍5种让晚年生活更精彩的方式。首先，高品质的晚年生活离不开一个好心态。试想一下，如果每天都愁眉苦脸，就真海味摆在眼前也难以下咽，对吧？相反，心态乐观豁达的人，哪里都能找到快乐的理由。我有一位邻居刘大爷，已经80多岁了，一直独自住在老房子里。刚开始我还担心他一个人会不会感到孤单，结果每次去看望他，他都笑眯眯地招呼我。院子里种满花草，屋子里放着一本没读完的书，刘大爷精神头十足。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一个人住会不会觉得孤独？他听了哈哈一笑，摆摆手说，孤独
我才没空孤独呢。接着他还细数了自己的日常安排：清晨浇花锻炼，中午听戏曲，下午和老伙计下棋，晚上看看书写写字，每天过得比年轻时还充实。刘大爷甚至开玩笑说，有时腰酸腿疼反而觉得不错，这说明自己还活着，还有感觉。你看，连疼痛在他眼里都是生活的调味料，成了开心的来源之一，这就是乐观的力量。反之，如果一个人习惯性的抱怨和悲观呢，只怕日子会越过越闷，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但自己郁郁寡欢，还会把周围的朋友都赶跑了。谁愿意总是听负能量的抱怨呢？负面的心态就像一座无形的枷锁，把晚年生活的美好都禁锢住了。与其困在自怜自艾的圈子里，不如学学刘大爷，凡事换个角度看，多往好处想想，心一宽，天地就阔了。人的一生免不了遇到各种不如意，年纪大了难免有身体退化、亲友分离、社会角色转变等等挑战，但常有人说，凡事往好处想，生活往简单过。晚年碰到的变化其实也藏着新的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可以享受清静与自由；工作责任减轻了，可以随心安排时间；空闲多了，正好拿来培养爱好。只要心态阳光一些，再阴沉的日子也能透出光来。事实上，很多长寿又开心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秘诀，那就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积极的一面。乐观豁达的心态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晚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天笑口常开，日子自然舒坦。所谓笑一笑，十年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让生活简单自在，是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人忙碌大半辈子，到了晚年其实学会给生活做减法，该放下的就放下，该丢弃的就丢弃，别被太多物质和虚荣拖累。前些日子，我去拜访一位退休多年的姥姥时，老人家住在城郊一套小房子里，屋里布置很简单，却干净整洁。几本珍爱的书放在书架上，窗前一把藤椅，茶几上一壶清茶，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写的书法作品。环境虽简单，却透着一股然自得的气息。我们闲聊了很久，谈起晚年生活，他感慨地说，年轻时总想拥有更多，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幸福在于学会舍弃。原来，退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家当，把多年积累的东西丢去了大半，每件留下的东西不是实在需要，就是能带给他快乐。东西虽变少了，心里反而觉得踏实了。在老老师看来，简单的生活并不是无聊，相反，那是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返璞归真。他笑着说，如今每天清查一本书就觉得十分满足，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患得患失。其实不光是物质上要瘦身，心理上也要减负。许多老人年轻时为事业、为家庭拼搏了一辈子，积累了不少荣誉和财富，但也可能累积了一些虚荣和执念。有些人到了晚年还放不下面子，什么事都想争个高低，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表面风光，其实苦的还是自己。面子再重要，也比不上自己的日子舒坦；面子再好看，也不如内心自在安然。到了这把年纪，是啊，过得舒坦才是王道。还记得《红楼梦》里，宁国府为了所谓的体面大操大办丧事，结果几乎耗尽家财，从此由盛转衰。现实生活中，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例子也不少见。与其弄得自己苦不堪言，不如活得实在一点。其实，真正智慧的人都明白，朴素的生活并不降低你的身价，反而凸显你的豁达和从容。别人会因为你的淡泊而更加尊重你，你自己也会觉得轻松自在。如今也兴起一种生活理念，叫断舍离，提倡的正是抛下不必要的负担，以轻松自在的态度迎接每一天。与其扛着沉重的行李迈入晚年，不如轻装上阵，把有限的精力花在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上。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心也就跟着安静下来，快乐反而更容易浮现。所以，舍弃那些无谓的累赘，留下真正珍贵的部分，你会发现，晚年生活原来可以这么自在。简单一点，其实就是幸福多一点。
第三，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在于朋友圈子精简，感情真挚。简单说，就是与其广交泛交，不如深交3、5知己。年轻时，许多人讲究朋友多了路好走，逢年过节手机里到处群发问候，一大堆饭局应酬忙不停。可到了晚年才发现，朋友圈再大，能真心陪你的没几个。邻居张阿姨曾经就是交际花，各种老年活动都有，她电话簿里存了上百个号码。可是有一年她生病住院，每天床前照料的除了老伴，就是她多年来的最要好的2个姐妹。那些平时一起唱歌跳舞的所谓朋友，有的连电话都没打一通。出院后，张阿姨感慨良多，她开始慢慢退出了一些无谓的饭局聚会，把更多时间留给真正关心她的人。所谓酒肉朋友，能陪你吃喝玩乐的人或许有很多，真正愿意雪中送炭的却没几个。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热闹过后留下的才是真正的友情。俗话说，患难见真情，经历一些风雨之后，谁对你是真心，一目了然。既然如此，又何必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泛泛之交上呢？事实上，人一辈子能交心的朋友本就寥寥无几，年纪越大，精力越有限，更没必要对谁都热情应付。与其把时间耗在一些场面上的热闹，不如和知己好友喝杯茶，散散步，聊聊天，来得温暖踏实。有人说，人生下半场就是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我们要学会筛掉那些只会消耗我们的人和事，留下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对于不重要的人和无谓的社交，与其费心巴结迎合，不如大方地说声再见，这样我们才能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真正关心我们的人身上。缩小圈子并不是让你与世隔绝，而是更明智地选择陪伴的人，哪怕只有1、2个老友常来往，那种深厚的感情也足以温暖余生。有句老话叫半杯酒交真朋友，讲的就是交朋友贵在精不在多。简单的朋友圈反而能让我们收获更纯粹的友情和更宁静的心境。顺带一提，千万别害怕偶尔的独处。许多人一辈子离不开人陪，总觉得一个人就无聊。其实独处并不等于寂寞，而是给自己喘息和思考的宝贵时间。静下心来翻翻书，听听音乐，一个人照样可以过得充实自在。当你不再害怕独处的时候，就真正拥有了强大的内心。所以啊，别再为了充气场到处凑热闹了，选择和舒服的人在一起，闲时可以独处，聚时开怀畅谈，这样的晚年生活才更充实。第四，别让年龄束缚了我们对新知的热情。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保持学习和好奇心，能让晚年生活保持鲜活的色彩。很多老人退休后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对新东西就敬而远之，其实完全没必要。大脑肉一样，用进废退，越用越灵活。只要我们愿意学，任何年纪都能掌握新技能。学习不仅是年轻人的专利。我认识一位王叔叔，60多岁时才开始学英文，为的是去看望在国外生活的孙子。刚开始他觉得背单词很吃力，但他每天坚持记几个单词和练习发音。1年下来，他已经能用简单的英语跟外国人打招呼了。后来去国外旅游，他自己买票问路都不成问题，别提多开心自豪了。还有我的一位老同事，退休后迷上了电脑绘画，刚开始连开机都不会，经过报班学习，现在居然能用平板画出栩栩如生的水彩画。他的作品在社区展览时，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谁能想到这是一位古稀老人新学会的本领呢？其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前不久新闻上还报道了一位80岁的老奶奶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成为该校最年长的新生，用行动证明了活到老学到老绝不是一句空话。还有70多岁才拿到硕士文凭的长者，为自己的青春梦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些故事无一不在告诉我们，只要肯学，人生随可以开启新的篇章。可见，只要愿意折腾，大家都是潜力股。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既能打发时间，又能给自己找点成就感。想学画画，就从素描开始练起；爱好下棋，就去棋院找老友对弈；喜欢唱歌，就参加社区的合唱团；即使想研究养花种草，
或者厨艺茶道，到了晚年也完全可以学得很开心。学习不一定非得考试拿证书，而是在于享受那个开拓眼界又动脑动手的过程。很多老人越学越年轻，和小辈们有了共同话题，自己也更自信开朗了。就算不出门，读书看报，关注新闻时事，也能让我们跟这个变化飞快的世界保持联系。另外，常动脑筋对身体健康也有益处。据一些研究所示，持续学习的人比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更不容易患上失智症。所以，不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为了自己的脑袋，千万别停下求知的脚步。不要总说我老了学不动了，只要心不老，我们就永远可以学到新的东西。给自己的大脑找点事做，没准哪天您也能成为朋友圈里的潮老人呢。第五，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要让自己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有所为才能有所乐。简单来说，就是找点自己热爱并且有意义的事情做，让生活不只是打发时间，而是活出价值感。许多人退休后一下子闲下来，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如果每天只是无所事事的消磨时间，日子久了难免觉得空虚。相反，给自己找一个小任务或者小目标，生活立刻就充实起来。我们社区有位李奶奶，老伴去世后曾经消沉了一阵，后来她参加了社区的志愿者队伍，每周去敬老院陪老人们聊天。慢慢的，她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她说，每次去陪那些比自己更孤单的老人说说话，回家后心里特别踏实，觉得自己个有用的人。还有张爷爷，70岁开始提笔写回忆录，把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和人生感悟记录下来，每天清晨写上几页，他觉得特别充实。过了1年多，子女们帮他把这本厚厚的手稿打印装订出来送给他，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逢人就分享自己的著作。对他而言，这就是留给后辈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不少老人还把照顾第3代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乐趣，每天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陪他们写作业、做游戏。在孩子们的童真世界里，老人们自己也仿佛变年轻了。看着小家伙们一天天长大，爷爷奶奶们觉得自己的余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种天伦之乐带来的满足感，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其实，不管是帮助别人还是实现自身的某个梦想，关键在于让生命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可以是义工服务，可以是学习新技能，可以是照顾孙辈，也可以是经营一盆兰花或一片菜园。只要有事情可做，有责任心系，生活就有了奔头。常有人把退休后的生活比作第二春，既然是第二春，我们也可以播种新的种子。年岁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价值减少，相反，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我们更有智慧和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发挥余热，不仅能造福他人，更能让自己体会到被需要的快乐。当然，有所为不等于瞎折腾，而是量力而行，选择自己力所能及又感兴趣的事。哪怕每天只是在小区花园浇浇水，对着路过的小朋友笑一笑，那也是在给周围带来一点正能量。而这些点滴的价值感，最终会汇成晚年生活的大满足。到了人生夕阳红的阶段，我们完全可以依然霞光万丈，只要心中有事可做，有人可爱，我们就能在奉献与热爱中找到快乐。真正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让每一天都过得踏实而充实。听完这些，也许您会发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并不在于表面的热闹，而在于内心的充实和平和。参加聚会，跳跳舞，打打麻将，作为娱乐消遣无可厚非，但光靠这些并不能填满精神世界。真正让人感到满足的是乐观开朗的心态，简单自在的生活，真心相伴的友情，持续学习的进步，以及有所付出有所热爱的充实感。如果说人生是一趟旅程，青春是奋斗拼搏的白天，那晚年就是收获沉淀的黄昏。黄昏时分的景色一样迷人，只要我们善加珍惜。正如古人所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年纪大了又何妨，只要心中有光，夕阳依然可以映照半边天。别让年龄成为束缚我们的借口，
而应把它当作人生加冕的勋章，带着智慧和从容去生活。希望每一位长者都能重新审视自己的晚年规划，想想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或许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可以少一份等待与依赖，多一份主动与改变，我们的晚年舞台同样可以光彩夺目。让夕阳的余晖照亮自己的内心，活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晚年。